清晨，太阳从远处的高山后缓缓升起，晨光打在秦天和叶林的脸上，两人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是松懈了下来。往后躺去，秦天两人长长的呼了口气，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身体，以缓解身体的疲劳。有惊无险，虽然熬了一宿，但秦天两人除了精神有点不足外，其他的倒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吃过东西后，秦天心念一动，一声嘹亮的叫声自天空传来，沙雕俯冲而下。待离秦天还有10几米时，沙雕大翅一展，凌风缭乱间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怎么样，孩子还好吗？见到沙雕那精神头，秦天笑着问道。对此，沙雕鸣了一声，当作回应。那就好。秦天点头。你还能听懂沙雕在说什么呀？见得秦天这煞有其事的样子，叶林不禁感到好笑。不是有很多猫奴会对着自家的猫主子说话吗？自问自答的那种。秦天举了个例子。居然靠脑补呗。完全能够理解。叶林点头。他去逛猫咖的时候，也是会对着猫咪说说话什么的。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闲聊，收拾好东西，秦天两人便是在沙雕的带领下向山顶爬去。山体不算陡，总体来分为3层。第一层山脚到山腰，生长的都是高大树木，属于针阔叶混合林，不见有任何的灌木。想渡过这层，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的工具，和平时爬山一样，靠2条腿即可。但这终究是荒山，可没有石梯可以步行。秦天两人全靠自己开路，花了1个多小时才是走到了山腰。到了这里，树木的密集度降低，针叶树渐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灌木，这是第2层。比起第1层来说，第2层视野开阔，但由于大量的灌木阻碍，秦天两人渡过山腰的所花费的时间要比第1层还要多一点。第3层是山顶，一眼看去基本上都是嶙峋的石头，植被很少，其中大都是脚踝高的杂草。一连走了3个小时，秦天两人也是累了，找了个地方原地坐下休息，顺便吃点东西。接下来你和憨皮就在这里等我吧。看着正在揉着脚踝的叶林，秦天说道。没有立即回答，叶林往山顶上看去，随后点了点头。那你要注意安全呢。到了山顶，坡度变得很陡，想要用走的已经不可能了，有些地方得爬上去才行。以他的体质来说，到了这里，他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往前了。放心，我会的。今天回答。剩下的路段还有100多米，但却是最难走的一段，一些地方的坡度已经超过了45度。秦天矮着身子才堪堪稳住重心。10几分钟过去，秦天才前进了30多米，而前面的路段已经不再是坡，而是耸立的山柱，非得徒手攀爬才行。好在秦天从沙雕那里得知，沙雕的巢穴并不在最顶处，而是在山壁的裂缝中，离秦天所在的地方还有20几米，不算太远。否则的话，秦天还真有放弃的念头。没有植被的保护，山顶的岩石被风化得很严重，很多时候秦天上一秒才是抓住突出的石头，下一秒刚要发力的时候，那石头就碎裂开来，十分凶险。花费了半个小时，秦天终于是爬到了巢穴所在的高度。终于是到地方了。秦天一屁股坐在地面上，他只觉得
这20多米耗费的体力，比从山脚爬到山腰还要多，但这是值得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虽然还没有到突破云层的那一程度，可秦天现在的位置，视野也是相当的开阔。看着天空，秦天伸出手去，他从未觉得天空离自己有这么近过。这一刻，他只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可心中却是生出一道豁然之情，整个人徒生一种有力之感。
走了一个上午后，晴天发现林子里的土地变得湿润起来，有些地方一脚踩下去还能溅出水来。要知道，这些天来可没有下雨，这么潮湿的地方可有些不正常。此外，晴天还看到远处的林子里萦绕着淡淡的雾气，这两个现象分明是告知晴天此处有妖，所以他才会放缓了脚步。沙雕，去前面探路。担心前面会有什么危险，晴天对盘旋于天上的沙雕下达了一个指令。要说能飞就是方便，沙雕才离开不到3分钟就回来了，不过带回的信息不多，就一句话：看不见大量的水。沙雕提供的信息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晴天只能解读前半句。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前方的林子应该是弥漫着大量的白雾。沙雕没有办法看清林子里的情况，这才给了他这么一个信息。难道是湖泊或者是河流？至于这大量的水，能代表的东西太多，晴天也拿不准。不过都来到这里了，前面到底怎样，去看看就明白了。就这么走了几百米后，晴天终于是明白了沙雕所说的大量的水是什么意思。此时晴天依然处于森林中，可是在他眼前却是出现了大片的洼地，再往远处看去，洼地变成了大片的绿水。林中沼泽。晴天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在众多的生态当中，沼泽算是最危险的一个。什么噬人流沙、恐怖毒虫、诡异病菌，在沼泽中极其常见，而且每一样都是能轻易要人命的东西。不说人了，即便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一不小心随时都有可能不明不白地死去。由此可见这沼泽的恐怖。为此，晴天想要通过这里，必须得多加小心。没有急于前行，晴天扫视着四周，最后决定走远路，绕过这片洼地。如此一来，走的路是远了些，但是安全系数却是最高的。但这个办法只是一时的，绕开这洼地，晴天走了还不到10分钟，又一片洼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如果将洼地比作星点的话，在沙雕的视角里，晴天就处在群星当中，不管他往哪个方向走，都会遇到洼地。弯弯绕绕，走了1个多小时，晴天才推进了1000米。按照这种速度，他怕是第2天也抵达不了飞机坠落的地点。最重要的是，这沼泽里就没有一处是干的，而且蚊虫众多，即便是他涂上了薄荷精油，起到的作用也不大。即便是不停行走，那些蚊子也会落在他的背上、腿上，贪婪地吸着他的鲜血。除非伸手去拍，否则这些蚊子绝不罢休。短短1个小时里，晴天的双臂上就已经被蚊子造出了10几个红包，痒的是不行。但他可不敢去抓，生怕抓破了皮肤感染。无奈之下，他只能忍着。就这么一种环境，万万是不能过夜的，所以他得在天黑之前离开沼泽。明白这点，晴天在遇到洼地时，不再绕开，而是直接跳入水中，笔直地朝前进发。如此一来，晴天推进的速度快了不少。当然，晴天也不是专门趟水而过，只有遇到需要绕远的洼地时，他才会下水。其他时候，他还是选择多走几步路。长时间的行走，使得晴天的体温居高不下，
体内的水分更是化作汗液不断流走。又过了1个小时，晴天口渴难耐，不得不在一棵树下休息起来，补充着水分。明明已经过了中午，怎么还这么热？靠在树干上，晴天抖着自己的衣服，试图让自己凉快些。自从进入这沼泽开始，他就感到了异常的闷热，对此晴天还以为是阳光强烈的缘故，可是朝天上一看，只有大片的云层，哪里见太阳的踪迹。说起来，昨天乌云密布，竟然没有下雨，也是够怪的。这个时候，晴天想起了昨日的天气。他清楚地记得，昨天原本晴朗的天空，在短短几秒钟内就变得昏暗下来。那时他还担心会不会下暴雨，不过在见过飞机之后，就什么也顾不上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晴天没有去多想，打开水壶大口喝了起来。正喝着，晴天忽然听到头顶有窸窣的声响传来，本就一直绷着神经，听到这动静，晴天当即抬头看去，一条青蛇不断在他眼中放大。想也没想，晴天翻过身去，几乎是同一时间，那条青蛇落在了地面上。晴天噌然起身，那条青蛇则是继续朝着晴天咬来。可随着一声鸣叫响起，一双利爪便是将青蛇死死地钉在了地面上。接着沙雕那锋利的嘴喙就直接破开青蛇的身体，戳入了青蛇的心脏。竹叶青是葵科，竹叶青蛇属管蚜类毒蛇，头较大，三角形，颈细，头颈区分明显，通身青色，多于阴雨天活动，晴天的傍晚亦可见到。常吊挂或缠在树枝上，以蛙、蜥蜴、鸟和小哺乳类动物为食，具攻击性，有毒。看着被沙雕杀死的竹叶青，晴天心有余悸，差一点他就中招了。再看那垂挂于树枝的藤条时，晴天顿时有了阴影。沼泽里生长的树木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树枝上挂了很多的藤条。这些藤条随意散落着，落地入水，别具一格。特别的，这些藤条大多和竹叶青一个颜色，竹叶青就往树上那么一挂，就能达到隐身的效果，除非是仔细看，否则还真的是看不出来。鬼知道这树上还有没有其他的竹叶青。晴天已不敢在这树下休息，待沙雕将竹叶青吃完后，晴天继续赶路。接下来的路段好走不少，走出1000米之后，晴天就发现洼地逐渐减少，数量不及原先的一半。朝远处看去，脚下的土地一直延伸到视线之外。不出意外的话，晴天已不用再趟水过弯。自从进入沼泽后，受到洼地的阻碍，晴天就再也没有使用过天赋，可眼下无疑是个赶路的好机会。体内隐隐地传出一声咆哮，晴天化作残影朝着远处闪去。如果往后都是这种路段的话，按这种前行的速度，下午前应该能达到飞机坠落点。如此想着，晴天打算就这么冲出沼泽，直到某一刻，他一脚踏空，整个人一下矮了半截儿。这一切发生的是那么突然，突然到晴天大脑慢了半拍。当回过神来之时，他的半截身子已经陷入了泥潭当中。沼泽泥潭！晴天下意识地大喊，可惜的是，这已经晚了。也是发现了晴天的情况，盘旋于半空的沙雕落在晴天面前，虽然看不出他的神情变化，
但和沙雕建立起联系关系的秦天能感受到沙雕此时的着急。沙雕，你去帮我找些树枝来，尽可能的要长。秦天的脸上不见任何慌乱。得到命令，沙雕立即飞离了这里，而秦天则是摊开了双臂向后躺去，一动不动，任由泥潭吞没着他的身体，好似放弃了挣扎。沼泽泥潭和沙漠中的流沙属于一个性质，一旦陷入其中，越是挣扎就陷得越快，所以陷入泥潭后，除非有足够的把握能够脱身，否则的话最好不要乱动。而秦天的这个动作能够很大程度上减缓身体下陷的速度。几分钟过去，秦天下陷不到3厘米。就这种速度而言，在2个小时内，秦天完全不用担心自身安全。沙雕离开没多久，就带了一根1米多长、2指粗细的树枝回来，但这对于秦天来说还远远不够。将树枝放下后，他就再次离开了这里。接下来的时间里，每过2-3分钟，沙雕就会给秦天带来一根树枝，而在此期间，秦天则是将这些树枝用麻绳捆绑起来，做成一个网格栅栏。栅栏的面积越来越大，当达到3-4平米之多时，秦天这才让沙雕停止了拾取，转而停留在树上负责守卫。将双手按在栅栏上，秦天深吸一口气，猛然朝着往下按去，从泥潭中抽出一点身体。沼泽泥潭是剪切便吸流体，也是非牛顿流体的一类，吃硬不吃软。只要向一定的面积施加足够的压力，泥潭将会在发力一瞬间变得坚硬。正是因为这点，秦天的双手这才能撑在泥面上。借着这个办法，秦天一点一点地将自己的身体从泥潭中抽出，足足花费了1个小时，他才是爬出了那个泥潭。躺倒在地，秦天喘起了粗气。逃出泥潭的过程是费力的，每一次发力，他堪堪能把身体抽出一点儿。此时的他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休息了几分钟后，秦天翻过身子爬了起来，再看向刚才陷落的地方，顿感毛骨悚然。放眼看去，那泥潭和他脚下的土地没什么两样，上面都是铺着厚厚的腐叶。除非前去试探，否则用肉眼看，真的难以判断哪部分是吃人的泥潭，哪部分是能够行走的土地。拿来之前的栅栏，秦天将上面的麻绳解开，从中挑选出几根最大的树枝，然后用石斧砍成1米多长的棍子，以4根为一组，秦天将其绑在2只脚下，看上去就像是给鞋子装上了滑雪板。之后，秦天小心翼翼地踩在了泥潭上，试探性地往下用力，结果他并没有陷落下去。感谢杨大侠指点。见状，秦天心情激动，忽然来了一句这么没头没尾的话。他记得古校长版《神雕侠侣》中有这么一回，是杨过去找鹰姑，却是被泥潭挡住去路，最后就是用了这个方法才是渡过了泥潭。至于这其中的原理十分简单，那就是通过滑雪板增大受力面积，使得自身的重量对泥潭的压力分散，从而达到能够在泥潭上行走的目的。当然，如果这办法不行的话，秦天也能走远路绕开。一般来说，泥潭的范围不会太广，花不了太长的时间，但既然有办法直接渡过泥潭的话，自然以节省时间为主。以2根较长的棍子作为雪杖，秦天往泥潭上那么一杵，整个人就滑了下去。
沙雕飞向天空，紧随其后。泥潭湿滑，如同滑雪一般，晴天在泥潭上滑过，用这办法，短短几分钟内，晴天就滑出了200-300米，这比步行的速度要快，而且也极为省力。但没能轻松多久，晴天就到达了泥潭的边缘。回到陆地，晴天将踏板收好，带在身上。若是后面再遇上泥潭，他便是不用再费时间再做一组滑雪板。好在接下来的路程里，晴天没有再遇到什么事情。半个小时后，晴天顺利地来到了飞机坠落的地点。应该就在这附近了。晴天四处张望着，正如叶林所说的那般，虽然知道飞机坠落的地方，但那只是个大概的范围，想要把飞机找出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林中沼泽虽然处在森林当中，但从树木的密集程度来看，还是比森林要差太多。如果在沼泽上空从上往下看去，便是能看到树木之间那星点分布的洼地，而不同于森林上空往下看去，除了茂密的叶子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下午5点左右，已近太阳下山，那赤红的余晖没有枝叶的遮挡，就那么落映在沼泽里，将一切都染上了一片赤红，就连那白色的飞机也不例外。在经过漫长的昏迷后，杰西卡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事物。飞机坠落所带来的冲击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在缓了近10几分钟后，他的大脑才是逐渐清晰。这里是……杰西卡看向窗外的沼泽地，昏迷前的记忆从他的脑海深处涌现，当即明白了自己眼下的处境。尝试着动了动身子，确定无碍之后，杰西卡打开了飞机舱门，然后跳下了飞机。来到飞机前，杰西卡看着已经凹陷的机头和断掉的机翼，心中长长地叹了口气。从飞机受损的程度来看，想要起飞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可一想到自己还活着，杰西卡心里好受许多。杰西卡清楚地记得，她在飞行的过程中不幸遭遇了暴风雨，结果被卷入了乱流当中，失去了对飞机的掌控，从空中坠落下来。但好在他最后夺回了飞机的控制权，在最后关头上拉爬升，这才没有和地面来了个正面接触。不过在触地的瞬间，他还是受到冲击，昏迷了过去。感谢上帝保佑，让我落到了这个地方。看着飞机身后那数十米的拖痕，杰西卡心有余悸，在自己的胸前画了个10字，接着打量起周围的环境。片刻后，从周围遍布的洼地来看，杰西卡很快就推断出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不禁眉头一皱。这里应该是沼泽吧？就普通人而言，对于沼泽的印象可以停留在于他人口中或者是书籍上，毕竟沼泽一般所在的位置都是在鲜有人迹的地方，没见过很正常。这附近有人吗？大概是为了给自己壮胆，杰西卡放声大喊，那声音掠过片片洼地绿水，传向远处。石沉大海，许久过去，沼泽地里静悄悄的，不见有所回音。但这个结果早在杰西卡的预料之内，她的脸上不见有太多的变化。回忆起飞机坠落前所看到的画面，她知道她现在所在的地方
乃是一座岛屿。至于有没有人，他不敢肯定，但有很大的几率会是荒岛，所以他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现在太阳快要落山了，我最好还是先回到飞机里，等明天之后再做打算。看了一眼天色，杰西卡自言自语。一想到自己一个人在荒岛，在危险的沼泽地里，杰西卡就有些惶恐，但她还是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朝飞机走去。可走了没几步，杰西卡就停下了脚步，竖起耳朵，有细微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对此，她的神经顿时紧绷，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凶猛的野兽来。黄昏是野兽、虫蛇出没的时间，小到蜘蛛线虫，再到常见的毒蛇田鼠，大到麋鹿水豚，天上飞的、地里跑的、水里游的，全部离开巢穴外出活动。更有那一动便是能够在水里卷起漩涡的未知大型生物，顺着水流四处搜寻着猎物。此时此刻，原本安静的沼泽变得热闹起来。有人没人？一边搜寻着，秦天一边大喊。他这么做已经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在这期间里，沼泽地里除了他自己外，就再也没有听到其他人的声音。现在天色已晚，这一喊后，秦天也不打算再继续搜寻下去，找了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准备过夜。可秦天刚拿出木弓准备钻木取火，便是听到了沙雕的叫声。抬头一看，便是看到沙雕从远处飞来，随后盘旋在秦天的上空。沙雕这一举动显然是发现了什么。秦天兴奋起来，刚想发问，沙雕的声音便在他的脑海中响起：附近白色的大鸟。得到这个信息，秦天愣了一刻后，这才反应过来，明白沙雕所指的白色大鸟是什么，当即对着沙雕喊道：在哪儿？带我去。跟着沙雕，秦天朝着正东方向一路飞奔。10几分钟后，秦天的视线中出现了一点白色。精神一振，秦天不由得加快了速度。那点白色逐渐放大，当看到那白色的飞机的时候，情不自禁的秦天喊了起来：还有人活着吗？有没有人活着？现在秦天的心情激动只占了少许，剩下的全是担心，尤其是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后。可不管心情如何，秦天已经是来到了那飞机的面前。当看到那已经变形破碎的机头时，秦天的心情瞬间跌落到了谷底。在看到那打开的飞机舱时，又变得激动起来。视线在驾驶舱内巡视，片刻之后，秦天呼了口气。驾驶舱内并没有因为冲击而发生变化，而且也没有任何血迹，再加上这空荡荡，这完全可以表明飞行员还活着，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伤。想于此，秦天出了驾驶舱，站在机翼上，向周边看去，随后视线落在飞机本身。不知道为什么，这飞机虽然很新，但总是给他一种年代十分久远的感觉。大概是飞机款式的问题吧。秦天给了自己一个解释。这飞机的样式实在是老了点儿，就和那背景为上个世纪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飞机样式十分相似。秦天便是听到有人呼喊的声音，想也不想，秦天立即拿起背包，招呼着沙雕跳下了飞机，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这是个荒岛，现在却听到人的呼喊声，这代表着什么？已经不用多说。传来声音的地点不远，没过多久，秦天就在远处看到了一个身影，而且这个身影正在往他这个方向接近着。两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一定距离后，秦天看清楚来人的样子，那是一名女子，身上一件皮夹克外套和白色衬衫，下身则是一件牛仔裤和一双马丁靴，十分醒目。女子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仅凭这点来看，就能知道她是外国人。再联想到此前坠落的飞机，秦天几乎可以肯定，这女子就是失事飞机的驾驶员。这一边，杰西卡也是发现了秦天，一脸的激动，可又想到了什么，急忙对着秦天喊道：“瑞，库克扎勒斯！”鳄鱼？秦天疑惑，便是这时，他注意到杰西卡的身后。运足目力，秦天定睛一看，结果脸色大变，大量的信息自他脑海中涌出。沼泽鳄，鳄科鳄属的一种沼泽鳄，成体长4到5米，体重可达1吨，通常用腹部匍匐而行，也可以用脚行走。体型大的个体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6公里，在水中通过移动身体和尾巴的方式游动，速度可达每小时32公里，但是不能长时间保持这个速度。除了沼泽之外，沼泽鳄也会栖息于河流、池塘等湿地，并喜爱在不到5米深的浅水区域活动。我靠！见到杰西卡身后那7、8条5米多长的沼泽鳄，秦天顿时头皮发麻。这玩意儿可是恐龙时代就存在的凶兽，比野猪什么的恐怖多了。见状，秦天开启天赋，将杰西卡甩在了身后，率先来到了飞机下，爬了上去。站在驾驶舱内，秦天将身上的背包脱下，伸出手来，随时接应杰西卡。好，快点！杰西卡一咬牙，将最后的力气爆发，加快了速度，径直朝着飞机冲去。眼看就要撞上飞机的时候，杰西卡速度不减，纵身一跃，抓住了秦天的手。同一时间，离杰西卡最近的那只沼泽鳄奋力跳起，摇摆着尾巴朝杰西卡咬去。给我起！早有准备，秦天一脚蹬在驾驶室边缘，使出全力，直接将杰西卡拉入了驾驶舱内。险之又险，那沼泽鳄擦着杰西卡的双脚撞在了飞机上，秦天两人则是一同栽倒在了驾驶室里。躺倒在驾驶舱里，秦天喘着粗气，一把将这么一个大活人拉上来，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几乎是抽走了他全部的力量。休息了片刻，秦天这才缓了过来，就要起身，却发现杰西卡正压在他的身上。 Are you okay? Yeah。 杰西卡双手撑起了身子，就要爬起。 Just a little weak。 咚！突然间一声闷声响起，机身一晃，本就有点脱力的杰西卡又倒了下去。紧接着，秦天的眼前便是出现了一对洁白的酥胸。好大！秦天发誓，他绝对不是有意的，可眼前的美色还是让他两眼发直，情不自禁地将心里的话给说出来了。What？ 扶着座位，杰西卡站了起来。Nothing。急忙爬了起来，逃避一般，秦天往飞机下方看去，结果发现沼泽鳄已经将飞机给围了起来，其中一只更是在他的视线下缓缓后退，然后朝着飞机冲来。
咚咚咚，似乎想把飞机给撞烂一般。沼泽鳄纷纷朝着飞机撞去，一声声的闷响没入黑夜，传向远方。不得不说，沼泽鳄果真是一种可怕又凶猛的动物。在连续的撞击下，整个机身出现了大小不一的凹痕。就这么下去，说不定这架飞机真的就被拆了。没有坐以待毙，秦天拿出反曲弓，将箭矢搭在了弓弦上，弓弦拉到圆满，朝最近的一条沼泽鳄射去。在没有奔跑的时候，沼泽鳄的移动速度缓慢，没有任何意外的，秦天的箭矢射在了沼泽鳄的身上。可惜的是，沼泽鳄的背上有着厚厚的鳞甲，防御性极高。虽然箭矢破开了皮甲的防御，却不见有鲜血流出，显然并没有对沼泽鳄造成多大的伤害。反倒是秦天的这一箭激起了沼泽鳄的凶性，那被射中的沼泽鳄再次撞在了飞机上，机身摇晃。沼泽鳄的鳞甲之硬，秦天已经是见识过了，所以这一次他瞄准了沼泽鳄身上最为脆弱的眼睛。但他的技术远没有那么高超，做不到指哪打哪，加之天色昏暗，视线有所影响，连射几箭都打在了脑袋上，最近的箭矢离眼睛也有半截手指长，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这样下去，怕是在射中之前，秦天的箭矢就会消耗一空。可恶的沼泽！秦天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心念一动，换出了系统。打开了商城页面，秦天滑到了人马赐福这一天赋。这段时间以来，秦天都没有购买什么东西，现在的积分已经累积到了12700之多。在这之前，秦天不是没有想过用这些积分来兑换什么东西，可一个想法的出现，却是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商品什么时候都可以买，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把积分先留着，等到需要的时候再用呢？举个例子，失足落水快要窒息而死的时候，可以兑换绝息之龟天赋，用以应对缺氧危机。面对凶兽无处可逃的时候，可以兑换力大如牛天赋与之抗衡。这么一来的话，这积分就相当于一种保命的底牌。人马赐福的图标是人马星座，不用说，这定然是一个能够提升剑术的天赋。这无疑是秦天当前最为需要的。伸出手去，秦天就要点击兑换，可身后忽然亮起的火光却是让他停下手来。下意识的就转过头去，秦天就见到杰西卡左手拿着一个不知道装着什么液体的玻璃瓶，而右手正拿着一个打火机。见到打火机，秦天愣住了。在这荒岛上的时间太长，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现代化的东西，现在突然冒出来，他一下子还有些接受不了了。愣神着，秦天忽然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精味儿，是切西卡打开了那玻璃瓶。很显然，那玻璃瓶里装着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高浓度的酒精。看样子是打算用酒精对付这群沼泽鳄。杰西卡就要将酒精点燃，反应过来，秦天连连摆手。Wait, that's important. The water. Where are you talking about? 秦天的口语着实是差了点儿。杰西卡一脸的问号。哎 ，Give me the fire. 秦天急了，指向杰西卡手里的打火机，连说带比划着
杰西卡终于明白了晴天的意思，也不知道晴天要干什么，但对于这个救了自己的人，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将打火机扔了出去。接过打火机，晴天暗自呼了口气。虽然不知道杰西卡带了多少酒精，但在这荒岛上来说，任何不可再生的东西都是极其珍贵的。这酒精就这么使用，完全可以说是暴殄天物。至于对付这鳄鱼，交给他就好了。晴天点击系统面板上的兑换，随着积分的减少，系统那机械的声音响起：叮，宿主兑换天赋成功。叮，宿主天赋继承开始。系统的声音才是落下，天赋图标上的半人马便是活了过来，并且拉起手中的弓箭，瞄准了晴天的双眼。好似有辣椒粉灌入眼睛，纵然是已经做好准备的晴天，也不由得捂住了眼睛。若不是想到身边还有一个人，他还真想喊出声来。叮，宿主接收天赋完毕。和第一次兑换天赋时一样，这种疼痛很快就过去。晴天松开手来，第一时间感受自己的身体，结果是一脸诧异。晴天清楚地记得，在接受迅捷猎豹完毕后，他分明感受到了难以言喻的舒畅感。除此之外，身体也变得强壮了些许。可这一次天赋继续，他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变化。Watch out！ 不等晴天想个明白，杰西卡的声音就在他的耳边响起，下方的沼泽鳄又一次撞击在飞机上。垃圾系统！怒骂了一声，晴天打开装有松脂的竹筒，将其涂抹在了箭头上。没有变化就算了，即便没有天赋，只要有了火，他照样能解决眼下的危机。用火机将箭矢点燃，晴天搭于弓弦上。仅凭箭矢本身能够对沼泽鳄造成的伤害不高，可再加上火焰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开弓拉弦，晴天瞄准了最近的一只沼泽鳄。就在这时，他眼中出现了一个锁定的准星。除此之外，还出现了风速、距离、磅数等各种项标。晴天每次移动箭头或者是改变力道，其上的数值都会发生改变。在准星锁定了沼泽鳄后，磅数一栏中出现了一点。玩过游戏的对于这个应该不难理解，这无非是说明想要击中沼泽鳄，必须要到达这个磅数。风速栏也有变化，出现一个区间和一个指针，指针随着晴天手臂的晃动而摇摆不定。每当指针经过那个区间的时候，那区间就会亮起。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晴天得稳住反曲弓，让指针停留在那个区间上，才能射中沼泽鳄的眼睛。特别的，这3个指标相互影响，其中一个指标发生了变化，其他2个指标也会跟着变化。这就是人马刺佛。见得眼中的画面，晴天暗道，当即稳住心神，将准星对准了沼泽鳄的眼睛，调整起射箭的力道和角度。待磅数数值超过临界点，指针落在区间上的瞬间，晴天松开手来，那箭矢直射沼泽鳄的眼睛。下一刻，沼泽鳄发出痛苦的嘶吼。这还没完，箭矢上的火焰继续灼烧着他的眼睛。忍受不住疼痛，那沼泽鳄连连后退，发现如何也摆脱不了这火焰后，就地翻滚起来。期间，其他沼泽鳄继续撞击着飞机。来不及兴奋，晴天再次拿出箭矢，一旁的杰西卡也没闲着，帮忙把箭矢粘上松脂，并为晴天点火。有杰西卡的帮助，
晴天上弓的速度快了1倍，风速区间频繁亮起，一支支箭矢射出，精准地落在沼泽鳄的眼睛上。被火焰灼烧的疼痛难忍，某一刻，所有的沼泽鳄纷纷钻入了洼地中，逃离了这里。唯有晴天喘着粗气迎风而立。Hero！ 身后杰西卡看着晴天，美眸一动。刚才晴天射箭的样子他全都看在眼里，那百发百中的技术让他为之着迷。在憋了几分钟后，晴天才是憋出一句话来。My name is 天晴。What's your name？ 此话一出，晴天就后悔了，脸色羞愧大红。这是什么小学生对话？晴天忽然觉得自己给大学生丢脸了。啊 Jessica Hathaway， 算是打开了话匣子。杰西卡继续问道 Where are we? Is there anywhere else besides us？ 杰西卡的心里同样有着太多的问题，希望晴天能为他解答。然而他的期望注定要落空了。Sorry,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Can you speak slowly? 晴天窘道，和杰西卡的对话和考听力时候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两个单词还好，这么一长串，他实在是听不出来。杰西卡尝试着用日语和韩语和晴天交流，一句都听不懂，晴天直接懵逼。看在眼里，杰西卡不由得叹了口气。难道是中国人？杰西卡猜测，可是这种想法很快就被他否定掉。之前他为了探寻灭绝的动物足迹，曾去过中国，也见识了中国的人文风情。在亚洲人中，中国、韩国和日本人的面貌相似，但中国人基本上都留着长长的辫子，十分容易辨认。从这一点来看，晴天很显然不是中国人。Do you have mobile phone？ 正当杰西卡猜测之时，晴天问道：虽然现在飞机已经坏了，但只要有手机的话，一切都不是问题。什么是手机啊？你是不是想说电话？杰西卡疑惑，没事儿带个电话在身上干什么？ No。 晴天摇头，重申了一遍。I'm talking about the mobile phone, not telephone. 那是什么东西啊？你说的那个电话。杰西卡尽量放慢语速。难道是我说的英语不够标准？杰西卡这个问题直接把晴天问傻了。别的他不敢说，但他敢肯定，这手机就是用这个表示啊。这样交流真的是好累啊。这一刻，晴天和杰西卡心里是一样的想法。经过这一番的交流，两人都是深刻地明白了彼此在沟通上的困难。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晴天用打火机点燃随身携带的火把，而杰西卡则是拿过背包摸索起来。在晴天期待的目光下，杰西卡拿出了几个罐头，还有一大瓶的水，随后朝晴天颔首示意。明白杰西卡的意思，晴天也不客气，拿过其中一个扁圆罐头就要打开，却发现上面没有拉环。再抬头一看，晴天发现杰西卡从罐头底下拿出类似于一根钥匙的开关器，然后将开关器中间的口子卡在罐头外凸起的铁片上，顺着罐头旋转，将那铁皮撕下，这才将罐头打开。这种开罐方式现在很少见了吧？晴天心中暗想，这种打开罐头的方式在上个世纪很常见，但是到了近代基本上都改成了拉环。也是在这个时候，晴天才注意到罐头的本身。
杰西卡的罐头很朴实，上面什么图案都没有，锃亮锃亮的，但是上面的生产日期引起了晴天的注意。1927年11月份到1928年11月份，罐头上如此刻着。见到这日期，晴天傻眼了。过期了几十年，这罐头还能吃吗？觉得大概是自己看错了，晴天凑到火光下仔细地看了一遍，可上面的数字确确实实是1927年11月份到1928年11月份。Any problem？ 这个时候杰西卡问道，早在刚才他就发现了晴天的异常。Yes。 晴天点头，正想着该怎么用英语表达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时，无意间看到杰西卡手中那已经打开的罐头。罐头里装着的既不是肉也不是水果，而是用锡纸包裹着的一颗颗东西。当然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锡纸上不见一点旧黄，反而光亮如新。见晴天愣神，又回想起当初去中国时见到的落后，觉得晴天可能不知道罐头，杰西卡解释起来，这叫罐头。说着，杰西卡将锡纸打开，一粒粒方形的巧克力还是压缩饼干之类的东西呈现在晴天眼前。这是牛肉，说了一句，杰西卡将牛肉粒扔进口中，好似在给晴天做示范一般。沉默无言，晴天学着杰西卡将手中的罐头打开，犹豫片刻，晴天将牛肉粒扔入嘴里嚼了起来。从味道上来说，牛肉并没什么异味，就是在口感上比他自己熏制的猪肉干差上了不少。那数字应该不是生产日期。晴天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想。吃过东西之后，晴天和杰西卡躺在了座位上，两人的脸上尽是疲惫，好似最后的力气用在了吃东西上，现在连说话都不能够，都是累到了一个极点。晴天将飞机舱门关上，两人就这么沉睡了过去。第二日早，晴天和杰西卡是被闷醒的。将舱门打开，晴天和杰西卡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片刻之后，两人原本昏沉的脑袋才清醒了不少，但还是感觉有些劳累。没有用语言交流，晴天和杰西卡彼此打了个眼神，两人下了飞机。在这之后，晴天寻来干燥的木柴，燃起了篝火，打算用罐头烧点水喝，暖暖身子，却不想杰西卡从背包里面拿出一个小的铁锅，这直接就把他给惊到了。熟练地用木棍搭了一个架子，杰西卡将铁锅挂了上去，晴天则是拿出肉干，惊得杰西卡点头后，用匕首切成块，扔进了铁锅里。就早餐而言，肉汤比那干巴巴的罐头无疑要对肠胃更友好些。几口热汤下肚，两个人的精神好了不少，一边吃一边交流起来。知道晴天的语言不行，所以杰西卡尽量用着简单的词语交流。可惜的是，他还是高估了晴天的英语水平。一番交谈下来，晴天零零碎碎的就听懂了几个单词，一两句话根本不明白杰西卡想表达什么。倒是晴天连说带比划，将这里是个荒岛以及他和叶琳在这荒岛上搭有营地的信息传达给了杰西卡。同时，晴天对杰西卡发出一同返回营地的邀请。他相信若是叶琳的话，肯定能够和杰西卡畅通无阻的交流。对此，杰西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倒不如说他早就有着要和晴天一起行动的打算。毕竟在这荒岛上，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安全。需要收拾的东西不多，杰西卡很快就收拾完了，当即对晴天颔首说道 ：“OK， Go。”晴天点头，率先走去。与此同时，一旁的树林中沙沙作响，一声啼鸣，沙雕飞向了天空。这突然的动静把杰西卡吓了一跳，当发现盘旋于头顶的金雕时，光是一脸的惊恐。他有幸见过金雕捕杀猎物的画面，深知金雕的凶猛。眼见晴天一点反应也没有，杰西卡着急起来，生怕被金雕当成目标，就要出言提醒。可是话才到嘴边，他就见晴天冲着天空吹了一声口哨，鸣叫一声作为回应，扇动着翅膀，沙雕朝着远处飞去。见状，杰西卡明白了什么，对晴天问道 ：“Pet。” Yes。晴天点头承认。得到晴天的肯定，杰西卡松了口气，对晴天越发的好奇。高超的剑术，还养了一只金雕做宠物，仅仅这2点就能让人浮想联翩。也知道现在不是好奇的时候，杰西卡将这份好奇心压在心底。半天后，晴天2人来到之前的泥潭。当时晴天心存忧虑，所以才不得不横渡泥潭，以节省时间。但现在时间充裕，稳妥起见，晴天选择了绕远路。按晴天的预估，走了这么久，大概还需要1个小时就能离开沼泽。想到这里，他和杰西卡打了个手势，示意要加快速度。不想，这时沼泽地里竟是出现了大量的白雾。白雾很浓，能见度不超过5米，像是忽然间从某个角落里冒出来的，根本没有任何的预兆。当即晴天2个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身处白雾当中。这一刻，晴天紧绷了神经。现在是中午，阳光最为强烈的时候，竟然出现这么浓的白雾，这实在是诡异。在这种环境下，原本凶险的沼泽无疑变得恐怖许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落入水中，或者是深陷泥潭。沙雕的超级视力在这个时候也派不上用场，无法帮助晴天和杰西卡规避危险，2人遇到野兽的几率大幅度上升。都明白这浓雾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晴天和杰西卡对视一眼，然后点了点头，放缓了前进的速度。本以为能一口气走出沼泽地时，杰西卡忽然喊住了晴天 ：“Wait！” 转过头去，晴天便是见到杰西卡气喘吁吁，一副累得不行的样子。见状，他指了指地面，2人原地坐了下来。走了这么久，也的确该休息一下了。但事情并没有晴天所想的那么简单。正喝着水，杰西卡手中的水杯却是忽然滑落，整个人直接倒在了地面上。晴天大惊，不知道杰西卡怎么了，就要起身前去探个究竟。可是才站起，他就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上，浑身无力。半跪于地面上，晴天一脸茫然，好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片刻之后才回过神来，只感觉身体有些发软。晴天尝试握了握拳头，虽然还能动，但力气不过平时的1/10，甚至还有所不如。在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后，晴天第一时间回忆起自己在这沼泽地里做过的一切，可思来想去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除了不久前凭空出现的白雾。难道是因为那白雾的缘故？晴天也不敢肯定，这只是他的猜测。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杰西卡的情况。生怕一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蹒跚来到杰西卡身边，秦天弓着腰对杰西卡问道： Are you okay? Do you feel any uncomfortable? 头脑还算清醒的秦天尚且如此，杰西卡就更不用说了，整个人近乎昏迷，已经连秦天的声音都无法听到，只能本能地大口呼吸着。就现在的情况下，只要找出危险是什么，才能做出对策，活着离开沼泽。一时间周围静止下来，秦天的视线扫过洼地，落在树木上，穿过浓厚的白雾。某一刻，秦天忽然闻到了一股腐臭味儿，神情凝重，秦天拿出打火机，深吸一口气，在打火机上一划，将其甩了出去。在打火机点燃的那一刻，秦天清楚地看到火苗轻微地爆开，这也让秦天确定把他和杰西卡变成这个模样的罪魁祸首——沼气。在大自然中，沼气是沼泽所特有的混合气体，是腐烂的动植物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气体，含有甲烷、二氧化碳、氮气等多种气体。分开来说，这些气体对人体并没什么伤害，但是混合而成的沼气却是会取代空气中的氧。若是沼气在空气中占的比例过高，会让人产生头痛、动作不协调、乏力、四肢发软等症状，甚至会让人出现呼吸困难、昏迷乃至窒息死亡。知道是沼气作祟后，秦天当即趴在地上。相比空气来说，沼气要轻些，所以空气会沉到沼泽下方。趴着的话，能够最大限度地呼吸到空气。未经允许就乱动你的物品，实在抱歉了，杰西卡。心中默念一声，秦天将杰西卡身上的背包脱了下来。就以他身上所带的东西来说，秦天只想出了一种办法，那就是用大火将沼泽地里的气体全部引燃。既然因为沼气所引起的症状，那将沼气全部弄没不就好吗？这办法可谓是极其粗暴，一旦真的那么做的话，根本无法控制结果。鬼知道这沼气的范围在哪儿，到底有多少立方，一不小心引起火灾，葬身火海也不是没可能。运气再差点的话，火焰直接炸开，被活活炸死也说不定。这其中的风险太大，所以秦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会冒这个险，只希望杰西卡的背包里有可用的东西。现在秦天已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慢慢清点背包里的东西。将背包打开后，他一股脑地将里面的东西倒在了地面上。在翻找了许久之后，秦天终于是找到了点有用的东西。那是一个白色的箱子，上面印着红十字。一打开，正如他所想的那般，里面全装的是各种药瓶，还有几支试管、针筒之类的医用物品。在这荒岛上，这医疗箱乃是能够保命的东西，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拉夫德鲁上的 One Place。 可惜的是啊，药瓶上面写的都是英文，以秦天那拉垮的英语水平，根本认不出这些药品的名字。但秦天的心绪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十分果断地将视线移到另一个箱子上。吸了口气，秦天将那箱子打开，入目的乃是一个电瓶、一个探照灯、连接用的夹头电线，还有一个手电筒和相应的电池。把电瓶从箱子里拿出，秦天拿来今天煮肉汤用的锅，倒入清水，随后用匕首将从背包里找到的铅笔破开，取出里面的笔芯，接着用2根电线分别连在电瓶的2极上，
另外一头则是分别夹住笔芯和汤勺，扔在水中。随后，秦天拿来2根针筒，去掉针头和活塞，再用医用止血带套在针筒头上，沉入水中，分别将笔芯和汤勺罩住。最后一步，秦天打开电瓶，霎时间水里有嗡鸣声传出。很快，2个针筒内有大量的气泡上浮，其中作为铁棒所在的针筒里气泡最多，大概是笔芯所在的针筒里气泡的2倍吧。这种现象叫做水的电解，乃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在这其中，笔芯的主要成分是石墨，作为正极，而铁质的汤勺则是作为负极。在电瓶通水后，水电离为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然后氢离子在电源负极上得到一个电子生成氢气，氢氧根离子则是在电源正极上失去一个电子生成氧气和水，而氧气正是秦天所需要的。眼见氧气出现，秦天急忙将止血带的另一头插入了杰西卡的鼻子里。至于他本人，自从趴下后，无力的症状倒是没有继续加重，用不着吸氧。当然，其中的原因还是因为氧气不足。万幸，在等待了10几分钟后，有嘤鸣声传来。秦天转头看去，便是看到了杰西卡缓缓睁开眼睛，感受到鼻子里的止血带和自身的无力感。杰西卡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可也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很好。 Are you okay？ 这时候有声音从一旁传来。听到这个声音，杰西卡转过头去，便是见到趴在地上的秦天，当即点了点头。哦 OK。 CH4。 秦天又道，虽然只有一个化学公式，但这足以让杰西卡明白，自己因为沼气中毒才变成这个样子。又听到电解水的声音，杰西卡抬头看去，便是见到了秦天刚才所捣鼓的东西，先是一愣，片刻后才是反应过来，那装置到底是什么。 Go。 眼见杰西卡已经苏醒，秦天用2只手比划着，以为要离开这里。 Go。 杰西卡回答，他也知道这电瓶的电量撑不了多久。没有过多的语言，就一个单词，秦天和杰西卡完成了一次对话。随后一人拿着电瓶，一人提着装水铁锅，2个人相互搀扶着离开了这里。雾依然浓厚，但秦天2人赶路的速度要比之前快很多。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在电瓶的电用完之前离开这片沼泽。起身的那一刻，秦天和杰西卡就再次被那看不见的沼气包裹。为了不吸入过多的沼气，1根吸氧管2人轮流使用，1人吸氧1人憋气，就这么赶着路。好在一路上秦天2人都没再遇到什么危险。半个多小时后，2人成功冲出了沼泽地，所花费的时间比预计的还要少些。步入森林的刹那，杰西卡再也支撑不住，率先跪倒在地。她中毒比较深，若不是有秦天的帮助，即便有着氧气的供给，她也未必能够走出沼泽。秦天情况要比杰西卡好一些，不过也快要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一屁股坐下，秦天关掉了电瓶。这里空气新鲜，杰西卡完全用不着吸氧。这时2个人都是大口地喘着粗气，没有任何的交流。拖着身体，
晴天和杰西卡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已经看不见沼泽，这才停了下来。简单的休息过后，两人便拿出了斜式帐篷，开始准备过夜。当晴天两人把过夜的东西都准备完时，天已经是黑了下来。篝火上，铁锅里的肉汤正翻滚着，咕噜噜地冒着热气。丢了魂一般，晴天靠在树干后，手里拿着一个空碗，两眼空洞，不见有所动作。长时间的过度劳累后，人体机能会出现短暂的宕机，从而更好的恢复。这指的就是晴天此时的状态。傍晚，营地里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动静。某一刻，伴随着窸窣的声响，几只浣熊从厨房里跑出，其中2只嘴里更是叼着一条活鱼。这几只浣熊的速度很快，一溜烟儿就钻入了灌木中，消失不见。几乎是同一时间，叶林带着憨皮和小白从一旁的树林中走出。回到营地后，叶林第一时间来到了厨房，将竹子从憨皮身上卸下，然后来到一旁的鱼缸。当看到缸边洒出的水时，叶林眉头一皱，朝缸看去。正如他猜测的那般，缸里的鱼又少2条。看样子今晚得赶紧把竹竿做出来，叶林自顾说道。小白只吃活食，所以他前天才烧制了这个鱼缸用来养鱼，以便小白能随时吃到新鲜的活鱼。啾啾，这个时候一旁的小白朝着鱼缸里叫着，心领神会。叶林笑道：你这个贪吃鬼，这么快又饿了。说着，叶林捞起一条鱼，走到厨房，放到了草地上。小白立即扑了上去，用爪子将鱼按住，接着就朝鱼肚子啄去，神态和沙雕一模一样。小白，你吃吧，吃得饱饱的，然后快点长大。叶林用着幼稚的话语说道。又摸了摸小白，叶林起身来到洞口处坐下，然后看着远处，整个人的气息沉静下来。晴天已经离开有3天时间，在这3天时间里，叶林每时每刻都在担心着晴天的安危，可以说是茶不思饭不想。他也知道自己空担心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尽量让自己忙起来，不去想那么多。可每当休息的时候，他还是会止不住乱想。憨皮，我们明天去找找晴天吧。不知过了多久，叶林忽然对着一旁正在吃着竹子的憨皮说道。眼看就要过了第4天，叶林已经有些等不下去了，脑海中这想法一出，就再也挥之不去。计划就这么定下，叶林起身，正打算开始准备明天出发需要的东西，小白却莫名地对着天空啼鸣起来。小白，你怎么了？叶林不解，可很快他就想到了什么，抬头看向天空。很快，一声嘹亮的叫声从远处传来，紧接着沙雕闯入叶林的视线当中，径直落在小白身前。沙雕！叶林脱口而出。沙雕是晴天的宠物，既然沙雕已经回来了，那晴天也应该快到了才对。10几分钟后，叶林远远就看到了2个身影。虽然因为太阳落山，森林里光线昏暗，他看不清那2个身影的样子，但他敢肯定，那就是晴天。晴天！叶林放声大喊。可当看到晴天背后躲着的杰西卡时，叶林生生地止住了步伐，缓步来到晴天面前站定。这么激动，3天不见，是不是想我了？最后还是晴天先开了口。怕你死外面了。被晴天说中，叶林脸色一红，但是嘴硬，没有承认。
这是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杰西卡。也没有心思和叶琳打嘴炮，秦天侧开身子向叶琳介绍杰西卡。很明显，杰西卡是个外国人，以我那英语水平实在难以沟通，因此我也无法确认他是不是搜救队的。秦天继续说道，所以等返回营地后，沟通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Hello, my name is 林叶。听完秦天所说，叶琳当即对杰西卡介绍起自己的名字。我的全名是杰西卡·海瑟薇，你叫我杰西卡就好。杰西卡笑道，朝着叶琳伸出了手。杰西卡，你的中文说的还真是好。叶琳也伸出手去。可说这时叶琳才是察觉到什么，手僵在了半空，然后转头朝秦天看去，而秦天又看向杰西卡。空气突然安静。我会说中文的。和叶琳轻轻一握，杰西卡笑道。此话一出，秦天郁闷地吐血。早知道他就先问问杰西卡会不会说中文，否则的话哪里还用得着那么费力的沟通啊。入夜，微凉，天上繁星闪烁，不见一点云层。在月光的照耀下，整个营地显得有些朦胧。此时，秦天、叶琳和杰西卡对角而坐，围坐在篝火前交谈着。说是交谈，不如说是信息交换。三人中，秦天和叶琳为一组，杰西卡则自成一组。两组之间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弄明白了各自想要知道的事情。经过交谈，秦天和叶琳知道，杰西卡是美国的一名古生物学家，专门研究古生物。出于需要到现场考古研究化石的原因，经常在全球各地跑。也是这个原因，为了沟通方便，他学习了多国语言。在不久前，杰西卡听说有人在南太平洋哈伊艾伊群岛上发现了一种用鼻子行走的鼻形兽，激动不已的他当即驾驶飞机，打算前往实地考究一番。不料在途中竟是遇到了暴风雨，飞机不受控制坠落在了荒岛上。也就是说，杰西卡并不是秦天和叶琳所期盼的搜救队，只是事故原因才来到了这荒岛上，这不禁让秦天两人感到失落不已。不过这种情绪才是持续了几分钟，秦天两人就调整好了心态。在荒岛的磨练下，他们的内心早已变得强大。相对的，杰西卡也是知道了秦天和叶琳怎么来到这里的，在这里生活了多久，外面的憨皮和沙雕是秦天的宠物等一系列的事情。除此之外，秦天三人还通过游船航线和杰西卡的航线交叉点，大致推算出了这荒岛所在的大概位置。虽然这个大概所指的范围很广，但秦天他们至少知道了自己所在的位置，明白了哪个方向是大陆，不至于会出现造出船后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行驶的尴尬局面。从这两点上来看，这个大概还是很有意义的。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感觉杰西卡你在笑呢？交谈着，叶琳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对此，秦天也是点了点头。从刚才开始，他就发现杰西卡的嘴角隐隐的上扬，给人一种忍不住想要放声大笑的感觉。按理说，明白自己流落荒岛后，不是应该出现绝望、慌乱之类的各种负面情绪吗？这笑意又是怎么回事儿？我脸上的笑这么明显吗？被叶琳点破，杰西卡也不再掩饰，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不等叶琳回答，杰西卡就继续说道：可能是因为太激动了吧。说完，杰西卡看向洞口外的憨皮，脸上是一副痴迷模样。原本被认定已经灭绝的屎熊猫，竟然还存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啊！真让人忍不住想要好好的研究一番。句末，杰西卡又加了一句：对他来说，流落荒岛又算得了什么？只要有古生物在，那一切都不是问题。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洞口外憨皮不禁打了个寒战。从这一点来看，杰西卡对古生物还真的是痴迷。想想也是，如果不是对古生物这么痴迷，杰西卡又怎么可能会在听到一个不确定的消息后，就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前往考察？杰西卡，你就不担心无法离开这座荒岛吗？忍不住的晴天问了一句。杰西卡直接摇头。你们不是说过吗？要造船离开吗？虽然这个时间可能久了点儿，但总是会离开的，不是吗？已经确定这人完全不在意流落荒岛这件事情，此时晴天在心中如此想着。等到离开荒岛那时，屎熊猫还有个体存在的消息一经传出，定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杰西卡满脑子的憨皮。是21世纪了，叶琳纠正。那还得等上70多年呢，叶琳。杰西卡一笑。应该是22世纪吧。晴天也加入了对话中。你们中华民国用的是自己的历法吗？杰西卡疑惑。现在都是用公历吧？叶琳面色一肃。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又换政权了？杰西卡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听到这话，晴天眉头一皱，脸上已经有了微怒之色。什么叫做中华民国？什么叫做又换政权了？装傻充愣啊！见得叶琳的反应和晴天的神情，杰西卡虽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但也能够明白自己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杰西卡当即解释道： Sorry， 我知道你们对我所说的话感到了不悦，甚至生气，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在说那番话的时候没有任何恶意的。如果我说的话里面有什么冒犯的地方，我在这里向你们2个人道歉。晴天2人脸上不见变化，无奈之下，杰西卡只能继续说道：可以的话，还请你们指出我言语中不对的地方。说这话的时候，杰西卡的脸上尽是歉意和真诚，晴天和叶琳的脸色才是缓和了不少。或许杰西卡你一心扑在古生物学上，所以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把我接下来所说的话给好好记住。晴天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说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49年？杰西卡先是一怔，然后笑道：一脸严肃地开这种玩笑，我还真的是差一点就以为我昏迷了20年的时间呢。不得不说，你们2人之间的配合实在是太好了。这可没有和你开玩笑。晴天和叶琳异口同声。好啦，我可是清楚地记得，今年是1927年，你们就不要逗我了，杰西卡摆了摆手。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杰西卡却感觉到了一丝的不协调感，隐隐的感觉有些地方对不上。1927年，晴天和叶琳对视了一眼。这个时候，晴天不禁想起杰西卡那架款式老旧的飞机，还有那罐头，再联想到杰西卡刚才所说的话语，
他不禁打了个寒战。许久后，秦天率先打破了沉默，看向杰西卡问道：其他的先不要纠结，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杰西卡点了点头。今年是公元多少年？秦天沉声问道。眼见杰西卡就要开口，急忙又加了一句：不用立即回答，好好想过之后再说。我十分肯定，也很确定，今年是公元1927年。杰西卡一脸认真，而秦天和叶林则是脸色一变。该到我问你们了。杰西卡也意识到了什么。今年是公元多少年？公元2020年。秦天和叶林没有一丝犹豫。山洞里再一次安静了下来。从彼此脸上的神情来看，三人都是明白，对方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杰西卡，你说你是遭遇到了暴风雨，这才坠落到了这荒岛的是吧？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叶林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可以和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杰西卡回想起当时的遭遇。那一日，我从洛杉矶离开，一路朝着哈伊艾伊群岛飞行。说到这里，杰西卡停住了。经叶林这么一说，她突然觉得当时的暴风雨出现的有些诡异。说起来，当时那暴风雨的出现是一点预兆也没有。杰西卡面色凝重。原本是大晴天，却在忽然间乌云密布，紧接着就出现了空气乱流，让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好像那个时候，随着暴风雨的出现，飞机上的仪表盘也失灵了，情况紧急，我没太注意。受到乱流的干扰，我很快对飞机失去了控制，然后坠落到了这荒岛上。杰西卡看向叶林。你们那个时候也一样吗？一样。叶林泛起了鸡皮疙瘩。那暴风雨也是突然间就出现了。你们说，那暴风雨会不会是一个类似于时空通道的东西？秦天冷不丁地冒出来这么一句话，就像那百慕大三角那般。对于秦天的这番话语，叶林和杰西卡并没有任何的表态。这种事情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存在，但在现实中没有任何的事例，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判断。关于时空甬道的猜测，对于现在的秦天他们来说，无异于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默认那暴风雨是时空甬道的情况下，秦天三人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弄清楚。比如说，秦天他们现在所处的是哪个年代？毕竟那暴风雨能够将1927年的杰西卡送到秦天和叶林前面，未必就不能把秦天和叶林送到其他的时间里。就这个问题来说，秦天三人想要弄明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里是荒岛，没有任何的对照物，鬼知道这是个什么年代。面对未知，有太多需要考究，有太多的可能性，这就像是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在胸口之上，让人难以喘息。不过这种种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秦天和叶林都没有去想，因为以他们现在的情况来说，连岛屿都没有办法离开，去想这些事情有什么用呢？先把船给制作出来再说吧。而且谁说遇到暴风雨就会被卷入时空乱流当中？没准运气好，只是被卷入到了一个普通的荒岛呢。总的来说，秦天和叶林还是很乐观的。对于两个人来说，这种只是可能存在的事情，在心里还没有怎么防止野兽，提高自己生活质量来得重要。和秦天两人相反，
杰西卡倒是相当的放在心上，不过她关心的只是时空甬道能不能给她带来什么史前动物之类的。你说憨皮会不会是被那暴风雨带到这荒岛上来的？杰西卡略显兴奋。从理论上来说，这不是没可能的。晴天点头，然后想到在竹林里见到的泰坦蟒。你这么一说的话，在竹林里的泰坦蟒或许有可能是被暴风雨卷到这里来的。泰坦蟒？杰西卡顿时来了精神。在这荒岛上有泰坦蟒吗？对，它就盘踞在这座荒岛的竹林中。晴天叹息一声。泰坦蟒会出现在竹林里吗？杰西卡一怔。正当晴天要回答，杰西卡就自顾自说了起来。就以目前古生物界对泰坦蟒的认知来说，这么大的变温动物，最低也要在30到34度的气温下生存，按理说是不应该会出现在清爽的竹林里才对呀。除此之外，泰坦蟒生活于古新界的热带界，据研究表明，那个时期的热带界乃是一个类似于桑拿房的环境。以达尔文先生的进化论作为基础的话，可以推断，为了适应那种湿热的环境，其皮肤定然是属于那种水润性皮肤，若是处于干燥的环境中，定然会皲裂出血的。这难道是因为环境的变化让泰坦蟒进化了吗？还是说在这之前对于泰坦蟒的考究成果都是错误的？这实在是太让人好奇了。如果是下雨呢？下暴雨的话，泰坦蟒能不能在竹林里活动？这个时候叶林突然插话进来。叶林继续说道，就当下的季节而言，已经是夏天，荒岛白天的气温完全能够达到30多度。一言惊醒梦中人，叶林此话一出，晴天浑身打了个激灵，看向叶林。你的意思是说？叶林点头。不过这只是猜测。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就晴天和叶林的对话，杰西卡是一点也无法理解。长话短说吧，事情是这样的。花了一点时间，晴天将关于野猪暴动的事情告诉了杰西卡。在温度满足的条件下，杰西卡衡量着叶林所说的可能性，最后给出了答复。如果雨水够多的话，泰坦蟒确实能够在竹林里活动，但活动的范围应该不是很大，可能只限于竹林。可在平时，泰坦蟒又在哪里呢？杰西卡又陷入了思考当中。难道是穴居吗？可即便是穴居的话，温度要求应该达不到才对呀。对于杰西卡所想，晴天和叶林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两人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笑意。作为一名古生物学家，杰西卡的话还是有很高的可信度。如果泰坦蟒必须要在暴雨天活动的话，那野猪暴动的事情就解释得通了。野猪并非是因为下雨而暴动，而是因为泰坦蟒的出现而暴动。所以之前小雨的时候，晴天两人才不会碰上暴动的野猪群。今天晚上你们就好好休息吧，我来守夜。叶林对着晴天和杰西卡说道。虽然有憨皮在，叶林完全不用守夜，但山洞里只有2个床位，晴天和杰西卡又刚从沼泽里逃回来，为了能够让两人好好休息，他这才如此提议。
当来说一共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彻底在这荒岛上站稳脚跟，并且将整个岛屿全部探索一遍。目前来说，秦天2个天赋在身，再加上憨皮和沙雕的话，已不惧野猪暴动，但营地还是有可能在野猪暴动中被破坏掉。所以秦天决定砍来树木，做成刀刺，将整个草地给围住，必要的话甚至会烧制石砖。如此一来，即便野猪暴动，也不会导致营地怎么样。除此之外，秦天打算想办法抓到野猪仔进行圈养，以保证食物的稳定。要知道现在是夏季，再过几个月后就要入冬。入冬后荒岛上什么情况他们不清楚，按最坏的情况去想，下雪之后可能会有河里的鱼抓不到，野猪归隐找不到的情况出现。真的是那样的话，他们3个人要怎么度过冬天就成了问题了。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圈养野猪是十分必要的。至于为什么要耗费体力将荒岛全部探索一遍，这当然是为了寻找资源，准确地说是为了寻找矿物资源，比如说铁矿和铜矿。这2样当中，铁矿至关重要，这关乎着造船的时候是否有铁钉可用，是否有铁器砍伐树木。当然要是没有的话也无所谓，铁钉可以用榫卯结构代替，就如同古埃及的太阳船。铁器则是可以用石器代替，只是这样一来，造船所花费的时间要比有铁矿的情况下更多。第2阶段，造船。这一阶段是最终目标，但是关于这个阶段，秦天3人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想法。毕竟第1阶段没有落实的话，什么想法都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个阶段需要耗费几年的时间。当秦天3人讨论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钟。可因为到了夏季，天晚的稍微要迟一些，现在是不见一点昏暗。对了，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好好利用的话，应该能起到不小的作用。正讨论着，杰西卡拿来背包，将里面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这是衣服吗？见到那一堆衣服，叶琳的双眼顿时发亮。同为女人，杰西卡相当能够理解叶琳的这种反应，当即说道：这些衣服是我在出来之前刚买的，就连内衣也是，所以要是需要的话，叶琳你就尽管拿去穿吧。真的可以吗？叶琳语气激动。这个当然。杰西卡点头。想要离开这里，我们自然得共同努力才行，还请你别客气。说着，杰西卡拿起一件衬衫递到叶琳的面前。这一件应该蛮适合你的，你试试看。谢谢杰西卡姐姐。叶琳满心欢喜地接过，穿在身上。杰西卡则是围绕着叶琳打量起来。这件衣服对你来说似乎太大了，换这一件吧。就衣服的事情，杰西卡和叶琳聊了起来，而从这里开始，秦天就被排除在了话题之外。一开始2个人聊的只是合不合适的问题，到最后就是该怎么搭配的问题。总而言之，秦天是一句话也插不上。不知为何，突然感觉有些羡慕。秦天小声说道。在荒岛上，衣服耗损得特别快，只是过了3个月，他和叶琳身上的衣服就已经成为了破布。虽说还能穿，但若是可以的话，他也想有新的衣服。可惜的是，杰西卡的衣服他穿不了。这并非是性别的问题，而是杰西卡的衣服对于秦天来说太小了，他根本穿不下。
不过虽然没有衣服，但他却是得到了一把铁制的斧头。这铁斧不仅比石斧要轻巧，而且也更锋利。对秦天来说，实在是一件相当好的武器。春末夏初是竹子生长速度最快的时间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天长个1-2米简直不要太轻松。是以在相隔了几天时间后，秦天再次走到竹林时，完全是被竹林那巨大的变化给吓到了。是我的错觉吗？竹林里的竹子长高了不说，本身也粗了不少。站在竹林边缘，秦天拍了拍手边的竹子，看着这长势喜人的竹子，不自觉地露出笑容。在一旁，憨皮的笑容更加灿烂。此时的他就靠在竹子下，怀里抱着一颗半米高的竹笋，吃的那叫一个欢畅。可惜的是，憨皮没能继续欢畅下去。随着一声嘹亮的鸣叫声从上空传来，秦天便是对他喊道：憨皮，走了，回来再吃。骑在憨皮身上，在沙雕的带领下，秦天钻入了竹林中。在这期间，他无时不刻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神经紧绷到了极致。自从上一次遇到泰坦蟒后，秦天就没敢再深入竹林，就怕会再次遇到泰坦蟒。以他现在的手段而言，哪怕是多了一个天赋，在泰坦蟒那庞大的身躯面前，那也是不够看的。这一次，秦天是抱着2个目的来的，其中一个就是为了印证杰西卡的猜想。又继续深入半个小时，一股刺鼻的恶臭味悄然出现。秦天从憨皮的身上翻下，远远的他就看到了那堆垒的1米多高的粪便。当初见这类粪便的时候，秦天正身处危险当中，并未感到有所不适，顶多觉得有些难闻。但现在再看，他只觉得有些反胃。恶心归恶心，秦天还是迈着脚步往前走去。那奇臭无比的粪便正是他来竹林的第2个目的，准确地说是粪便旁边的土壤。在粪堆前10几米停下，秦天半蹲下来，这里的土壤表面呈紫红色，但并不明显，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忽略掉。拿起掉落在地的竹条，秦天拿出打火机将其点燃，待烧到一半的时候，又将火焰吹灭，剩下猩红的竹炭。接着秦天拿起一点土壤撒在那竹炭上，伴随着噼啪的声响，只见土壤中有火花爆出。见状，秦天咧嘴一笑，心中激动，有了！这紫红色的土壤叫做硝土，一般存在于粪便堆积处、庭院的老墙角、崖边、岩洞以及不易被雨水冲洗的地面附近。硝土含有硝，乃是土壤里的有机物质腐败后，在亚硝酸细菌和硝酸细菌的作用下生成，但大部分都已和土壤里的钾、钠、镁等离子结合，以盐的形式存在。找到硝土就相当于找到了硝，对于秦天来说，它便是能够提炼出硝酸钾，再配制成黑火药，用来当作防御的手段。想到这里，秦天就兴奋不已，当即抽出铁锨挖了起来。这铁锨也是从杰西卡那儿得到的，和炒菜的铲子差不多，比起竹铲来要好用太多。憨皮身上的竹筐不大，很快就装满了硝土，但秦天并没有就此返回营地，又给憨皮砍了不少的竹子当作口粮。秦天回到营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那时杰西卡和叶林正在草地上烧制着一口大缸。
夏季天气本就炎热，再加上那熊熊的火焰，即便是站在几米开外，晴天也能感受到那翻滚的热浪。哎，路上没遇到什么危险吧？看样子正和你推敲的那样，竹林里有不少的鸮土吧？见到晴天，叶琳和杰西卡先后说道，一并走来。我这次去并没有见到泰坦蟒的影子，但杰西卡的猜测是否正确，还得多验证几次才行。晴天点了点头，然后看向那口大缸。你们就这么肯定我能找到鸮土？晴天今日去竹林找鸮土的事情，在昨天晚上安排各自的职务时就已经和两女说了，但那个时候他只是依据那粪堆垒得那么高，应该在竹林存留了很久这一点推测出的。那里很大几率会有鸮土存在，但到底有没有，还得亲自去看过才知道。如果有的话，就需要一口大缸用来当作林鸮池；若是没有，自然就不用浪费功夫。然而，在他没有回来之前，叶琳和杰西卡就已经动手了。没有的话，也可以用来做浴缸啊。叶琳笑道：“用浴缸洗热水澡，那可是生活的一大享受。”杰西卡补充道。听到这话，晴天失笑，怪不得他第一眼看的时候，觉得这大缸有些怪怪的。感情叶琳和杰西卡做的是浴缸，这样一来，若是他没有带回鸮土的话，还能用来洗澡。这浴缸大概有3人沙发大小，想要烧透，所花费的时间要比锅碗之类的长太多。现在离入夜还有一段时间，将鸮土卸下后，晴天便是接手了烧制大缸的工作。叶琳则是带着杰西卡到附近逛逛，熟悉环境。陶缸的烧制花费了晴天1个晚上的时间，为此提炼硝酸钾的工作推迟到了第2天。从鸮土里提炼出硝酸钾，总体来说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将鸮土和草木灰以8:1的比例混合。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草木灰中的钾离子取代鸮土中的钠离子，从而生成硝酸钾。另外，草木灰里的硝酸根离子和硫酸根离子跟着鸮土里的钙、镁离子结合，生成难溶性的盐，从而去掉钙、镁等杂质。第二步便是用各种盐溶解度的差异，控制温度和浓度，使硝酸钾从混合液中结晶出来。晴天带回来的鸮土少说有上百斤，要将其和草木灰混合在一起，这工作量可谓巨大。想要在1天内完成，3人必须得通力合作。接着，晴天用竹子支棱在浴缸里，铺上竹席，将调配好的鸮土一点一点地铺在上面，并且将其压实。在这之后，晴天3人煮了几大罐子的开水，用以淋在鸮土之上，也就是所谓的淋鸮。不过这并不是将热水直接泼上去就完事了，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将鸮土里的硝酸钾溶解出来，必须要将鸮土充分地浸湿。这也就意味着淋鸮的时候一定要慢，所以只能用碗一点一点地浇灌。这一步骤，晴天3人各据一角，慢慢地浇淋着，而且期间还不能停断。鸮水是深红色的，如果颜色变浅，那就意味着鸮土里的鸮已经淋得差不多了。根据这一点，可以确定什么时候能停手。这一淋，3人足足淋了7、8罐子的水，直到下午才停下手来。剩下的只要将这鸮水熬至浓稠就完事了。不过忙活了1天，3人都是精疲力尽，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nicht diese Töne, sondern lasst uns angenehmere anstimmen und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过程中需要进行保温处理。这里的保温并不是保留温度，而是指将制冰环境的温度一直保持在0度或者是0度以下，这才有可能将水彻底凝结成冰。因为硝酸钾在溶解的时候，吸收的不仅仅是水的温度，还有来自外界的温度。如果外界温度过高，甚至连冰沙都做不了。这一次制冰，秦天足足消耗了小半罐的硝酸钾。好在硝酸钾溶水吸热只是物理变化，再重结晶就能变回来，倒是不担心消耗的问题。否则的话呀，秦天可不敢这么霍霍。将冰水倒出，秦天将剩下的冰沙放在陶锅里，盖上盖子，借着冰水的温度，尽可能的让冰水减少融化。在这之后，他拿来放置一旁的树莓，将其捣烂成汁。夏季正是树莓成熟的时候，果大味儿甜，虽然离山洞远了点儿，但是负责收集物资的叶林，还是每隔2天都会去摘取些回来。将树莓汁倒入冰沙当中，秦天用勺子尝了一口，精神不由一振。感受着逐渐在舌头融化的冰沙，秦天只觉得自己在海上冲浪，有种袭遍全身的冰凉快感。这一刻，秦天觉得之前所做的一切劳累都是值得的。这个时候，叶林他们应该快回来了吧？看着门外的日头，秦天暗自说道。秦天，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说曹操，曹操到。秦天的话音还未落地，厨房外就响起了叶林的声音，而且那语气中隐隐有些兴奋。可还没等着秦天看清，叶林就兴奋地举起双手，大喊道：秦天，你看呢？这是什么？葡萄！看到叶林手里的东西，秦天脱口而出，同时快步走上前去。直到这时，他才发现憨皮背后的那一竹筐都是黑葡萄。你们在哪儿找到的？看着那一筐的葡萄，秦天别提有多激动。葡萄能够酿葡萄酒，葡萄酒可以提炼成酒精，酒精遇火燃烧，因而可以将酒精瓶扔到野兽身上，再辅以火箭杀敌。回来的路上和杰西卡姐姐找到的。见到秦天的反应，叶林脸上的笑容更盛了些。此乃大功一件，应当嘉奖。秦天话语一变，装模作样地说道。担心冰沙放久了会融化，秦天也不做解释，只对叶林和杰西卡勾了勾手，就带头往厨房走去。哇，冰沙！冰沙就放在水缸上，一进门，叶林和杰西卡就看到了，齐声喊道。像是为了确认这是不是真的一样，叶林和杰西卡快步走上前去，各自舀了一勺，紧接着两人便是露出一副舒爽的神情。试问在这炎热的夏季，还有什么比得上来一口沙冰更爽快的事情啊？这下讲怎么样？秦天下巴一扬，而回应他的则是一具炽热的身体。睁开眼睛，秦天顿时打了个激灵。不知什么时候，杰西卡已经凑上前来，手里拿着一勺沙冰，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怎么做出来的？这是你们中国所谓的法术吗？硝酸钾，硝酸钾溶于水，能吸收大量的热量。说着的同时，秦天就要逃走，可不等他有所动作，杰西卡就把沙冰塞进他的嘴里。哦，原来是这样。杰西卡越发往前靠了点。没想到硝酸钾还能这样使用，秦天，你真是太有智慧了。叶林，你觉得冰沙的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加些葡萄汁什么的。
秦天心里发苦，不得已向叶琳求救。天气炎热，杰西卡早已经把外套脱掉，身上就只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在经过汗水打湿后，里面的内衣就隐隐地显露出来。可这也就罢了，作为西方人，杰西卡的身材可谓是傲人，那 T 恤根本绑不住，秦天只是随意一瞟，就能看到那洁白的沟壑。身为男人，秦天不可能不喜欢，但如果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话，那就忍得有些辛苦了。求救并没有得到回应，秦天暗自瞟了一眼，发现叶琳正吃得不亦乐乎，早已自动把他的话给屏蔽了。荒岛的昼夜温差很大，即便是在这炎热的夏季也是如此。明明白天还热得要死，可一到了晚上，气温就会断崖式下降，冷风徐徐，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晚上8点钟，厨房里火光通明，叶琳正揉着泥巴，在她的身前放着刚捏好的3个陶罐，也不知道忙活了多久。值得一说的是，这3个陶罐非常有意思，体积逐个递减，下一个陶罐正好能放入上一个陶罐当中，就如同俄罗斯套娃一样。而这就是秦天让叶琳制作的制冰箱，只要将这3个陶罐依次套入，并且在隔层之间塞入野猪皮，就能最大限度地将制冰箱里的温度和外界隔绝开来。这么一来，不仅减少了硝酸钾的损耗，同时也提高了制冷功效，甚至有可能冻出一整块冰来。叶琳忙活着，秦天和杰西卡也没闲着。在叶琳一旁，杰西卡正将洗干净的葡萄放到罐子里一一捏烂，而这么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制作葡萄酒。制作葡萄酒的流程很简单，将葡萄洗净晾干后，倒入罐子里捏烂，再按葡萄和糖为10:3的比例加糖，最后密封即可。但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器皿的干净，在盛装之前最好用开水消毒一遍，免得其他菌类侵入其中。另外，葡萄不能装得太多，有2/3便可，要给酵母菌产生的二氧化碳留有一定的空间，免得榨缸。如果这一切操作得当的话，经过1个月左右的发酵，葡萄酒就能酿制成功了。在这之后，杰西卡给罐子封上盖子，其中2个罐子用黄泥密封，另外2个则是不做处理。至于为什么区分对待，原因很简单，那2个密封的罐子是酿酒的，而不做处理的2个罐子是酿醋的。酿醋和酿酒用料和步骤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酿酒是用酵母菌，酿醋则是用醋酸菌。哦，秦天，你这是在做什么？将处理好的罐子放置在角落，杰西卡来到秦天身边。在给杰西卡和叶琳分配任务之后，他就独自一个人用匕首抱起了竹片，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做扇叶，电风扇的那种。秦天头也没抬。听到这话，杰西卡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整个人没了动静。倒是一旁的叶琳忍不住喊出声来：啊，电风扇！和肥皂纸张什么相比，电风扇带来的冲击感要强太多了。你可别会错意了，我只是说要做电风扇的扇叶而已，可没说要弄个电风扇出来。做电风扇扇叶，用来做什么？听到这话，杰西卡总算是恢复了原样，她还以为秦天真要弄个电风扇出来呢。做风扇？
秦天咧嘴一笑。杰西卡和叶琳满脸的问号。手摇的那种啊？叶琳想到了什么。不，自动的。秦天补充道。准确的来说是气动的。说到这里，秦天也不再卖关子，花了1分钟的时间，将自己打算做蒸汽的风扇的想法给说出来。蒸汽风扇顾名思义，那就是以蒸汽作为动力旋转的风扇。具体的做法是，找一根直长的竹子作为轴承，然后用3张大小相等、重量相似的竹片做成扇叶，固定在竹子一端，然后再用2张竹片十字交叉，固定在竹子的另一端，作为传送动力的动力扇，而这便是蒸汽风扇的主体。至于动力源，则是由一口大缸和呈圆斗粒状的盖子组成，把水缸装满，然后大火焚烧。当其内的水蒸气从顶口喷涌而出时，将动力扇放在喷气口，动力扇便能够将喷涌的蒸汽化为动力，带动扇叶转动。形象地说呢，这动力源就像是一个高压锅，秦天则是通过动力扇将蒸汽喷涌时的能量转化为动能而已。哇，这简直就是蒸汽机呀！杰西卡感叹道。实际上，蒸汽机其实就是在这基础上发明出来的。我觉得还可以加个冷凝管。叶琳提出自己的看法。冷凝管可以加。听到叶琳的见解，秦天双眼一亮。有了冷凝管以后，喷涌的蒸汽就能冷却流回大缸内，如此一来，大缸内的水就不会减少。只要火焰一直燃烧着，蒸汽就能够源源不断地转化成动力。时间在悄然间流逝，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7月。正值盛夏，即便是躲在树荫底下，也会让人感到炎热。不过还好，有着蒸汽风扇再加上冰棍儿这2大物理降温下，秦天3人倒是没过得那么煎熬。半个多月过去，营地的围栏已经完成了1/2，但这进度必须要延迟，因为今天秦天3人都没有工作。今早一起床，3人就感觉天气有点不对，天空昏暗昏暗的，而且特别的闷热，俨然是要下雨的节奏。担心野猪会袭来，所以3人选择了保存体力，以便应对任何突发的情况。此时3人正在山洞里休息着，围在制冰箱的周围，等着秦天把冰棍做好。制冰箱的保温隔热性能很好，以至于能够做出大块的冰来。于是乎，自从有了制冰箱后，3人每天都会来上一根冰棍。好了。不知等了多久，秦天忽然说道。将制冰箱的盖子打开，秦天将铁锅拿了出来，可以看到铁锅里的果汁都凝结成了冰块。早已等候多时，杰西卡和叶琳纷纷站起，拿起了冰棍儿。在这夏天吃上一口冰棍儿，那还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感受着嘴里的冰凉，杰西卡说道：冰棍儿和风扇果然是绝配。叶琳来到洞口处坐下，在他面前，巨大的扇叶正旋转着。这个时候，憨皮对着秦天喊了一声：就你着急。秦天笑道，将2根冰棍递给了憨皮。这荒岛的天气炎热，作为土著的憨皮也有些受不了。之前秦天尝试给憨皮试了试冰棍，没想到憨皮就迷上了，和他们一样，每天都要来上一根冰棍，更是学会了和人一样用手拿着，不过呀，是双手合十。中午，那浓厚的乌云在酝酿了许久之后，没有任何一点预兆的下起了倾盆大雨，整座岛屿变得朦胧起来。秦天3人也着手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野猪。
和之前相比，晴天现在多了个人马赐福天赋，还有沙雕的加入，更是有炸弹这一杀器。现在的他不再对野猪群感到恐惧，完全是期待着野猪群的光临。要知道，此前他和憨皮就能和野猪群周旋打平，现在多了那么多的助力，野猪群再来，那完全就是送上门来的肉，有一头杀一头。虽然我也见过野猪，但那20几头野猪一起暴动，这种光景我还真没见过。杰西卡站在洞口眺望着，言语中有些期待。他并非是不知道野猪的厉害，只是晴天那种自信的神情，让他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就连叶林也是一副淡定的模样。山洞离营地不远，以野猪的速度，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达营地。晴天三人严阵以待。雨越下越大，从山洞里往外看去，尽是白茫茫一片。那哗啦声如洪水一样，疯狂地钻进山洞里，然后撞在岩壁上。一个回流，便是将晴天三人吞没。虽然耳边是嘈杂的雨声，可不知道为什么，再细小的声音，在晴天三人的耳朵里都是那么清晰。来了！某一刻，晴天低喝一声，带着憨皮冲出了山洞。杰西卡紧跟其后，他早就想见识一下晴天和叶林所说的野猪暴动是怎样的一种风景。见状，叶林下意识的就要跟上去，可才是迈了几步就停了下来。他发现自己跟着出去好像没什么用，想到了什么，他转身来到一个大缸前，将盖子打开，里面存放着做好的炸弹。在这大雨天，炸弹一旦暴露在雨下，不到3秒钟，引线就会被打湿，无法引燃不说，雨水甚至会通过引线渗入其中。正因为是这样，晴天这才没有带着火药出去。可在山洞里的话，就不用担心雨水的问题，所以叶林将炸弹全部拿出，来到篝火前时刻准备着。若是晴天抵御不住，他还能在后方火力支援。这一边，晴天出了山洞，就来到了围栏处，站到了木梯上，朝着远处看去。围栏在开始建造的时候，晴天有过思考，最后以野猪袭来的方向为起点，向两边扩建。也就是说，现有的围栏是横在了野猪前进的路线上，只可惜是围栏的长度还不够完全挡在营地前面，否则的话，晴天根本不用出来迎敌，那野猪见到围栏自然会绕开。这个时候，憨皮鼻子大气一出，绕过了围栏，挡在了面前。而远处的食草动物见到憨皮，也是急急刹车，朝着两边窜去。不多时，20几头野猪出现，晴天眼中的准星锁定了最前面的那头野猪，各项竖直区间上的指针开始晃动。很快，那群野猪就进入了反曲弓的射击范围内，离围栏不过30多米，可那群野猪好像是看不见围栏一样，速度没有一点放慢，好像要把这围栏开个窟窿，然后直接冲过去。晴天自然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调整着弓箭，当指针落在指定区间的瞬间，晴天松开了手来。咻！箭矢发出一声轻响，穿过点点雨滴，最后抵在了领头野猪的眼前。一声悲鸣中，鲜血飞溅，那领头野猪被箭矢打中眼睛的瞬间，身子僵直，在惯性的作用下直接栽倒在地，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
在其身后的野猪闪避不及，直接撞了上去。结果不用想也知道，就那么被绊倒在地了。这是第一头，接着是第二、第三头。很快，那野猪队伍中就因为摔倒的野猪而被划分为2队。从那一剑开始，战斗就算是打响了。怒吼一声，憨皮朝着其中一队冲了上去。那一队的领头野猪也是凶，见到憨皮不见有任何的害怕，脚下的速度反而是更快了一些，有一副是要将憨皮直接拱翻在地的模样。然而不等他冲到憨皮面前，一声嘹亮的叫声从高空传来，还没反应过来，沙雕就从高空中坠落，那利爪直接抓在了他的背上，如同钩子一般深入血肉当中。紧接着沙雕大翅一扇，那野猪就感觉自己的双脚悬浮于地，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200多斤的重量对于沙雕来说还是太勉强了些，不过这已经足够了。在此期间，憨皮已经冲上前来，一巴掌落下，直接拍在那野猪的脑袋上，连惨叫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整个脑袋就被拍在了地面上，五官迸血。沙雕和憨皮联手，一头野猪不过半分钟的时间，当即躺倒在地，但也就这么一头而已。在这领头野猪被拍倒之后，其后的野猪当即从一旁冲出，狠狠地将憨皮撞倒，而沙雕则是在那之前飞向了半空，倒是躲过了一劫。而与此同时，秦天也在对付着另一小队的野猪。在拉弓搭箭之前，3支箭矢前后射出，每一支箭矢都能准确地打中野猪的眼睛，让其吃痛摔倒。但袭来的野猪实在是太多了，纵然秦天有心，可野猪的速度放在那儿，以他上弦的速度根本无法全部拦截。眼下剩下的野猪已经冲到跟前，即将进入营地之时，叶林的声音从山洞里传来：“哎，小心炸弹！”话音未落，一枚炸弹便从山洞中扔了出来。此前叶林一直在洞口处观望着，眼见情况不对，他当即点燃了炸弹。有着叶林的提醒，秦天和杰西卡都是捂起了耳朵。在3人的视线下，那炸弹落在了地面上，然后轰然炸开。轰！爆炸声震耳欲聋。这一刻，所有的野猪都被吓了一跳。憨皮和沙雕还好，秦天和他们提前打过招呼，他们是有了一点心理准备。反观那群野猪，在这一声爆炸当中，脑袋完全一空。那些原本冲向围栏的野猪直接调转方向，4只蹄子在地面上打滑，在原地刨腾了许久，这才离开了这里。那些原本和憨皮打得不可开交的野猪，栽倒在地的野猪，只要是还能动的，在这一刻也都四散逃开。拦住他们！这个时候，秦天率先反应过来，抬起弓箭，瞄准最近的那头野猪，朝着他的大腿射去。一击必中，秦天的箭矢打在了那头野猪的腿上。可惜的是，秦天有些小瞧了野猪的体质，即便是被其打中了大腿，那野猪照样带着箭矢狂奔不误。但那头野猪终究还是逃不掉的，虽然还能跑，但大腿中了一箭，速度慢了不少。最后被赶来的憨皮一巴掌给拍倒在一旁，不再动弹。下一刻，已经找准好猎物的沙雕俯冲而下，朝着目标野猪的双眼抓去，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那头野猪的眼睛被当场抓爆，血腥至极。剩下的就是追击的时间。开启天赋，
秦天追了上去，在沙雕和憨皮的配合下，又干掉了一头野猪。没有继续追击，秦天原路折返回来。说真的，他虽然不清楚竹林有多少野猪，但肯定不会太多。野猪的成长周期漫长，不同于家猪，1-2年就能长个100多斤。若是杀的野猪太多，说不定会影响野猪群的基数，造成野猪群的数量跌落。这么一来，它们在荒岛上的食物可就少了。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秦天还是知道的。原路返回，秦天清点收获。这一场战斗下来，他一共斩获了3头野猪，再加上营地里还剩下的，接下来的半年内，他们根本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这一次战斗和之前相比，完全就是秦天一方单方面的碾压。为此，这场战斗连5分钟都没有就结束了。当然，这还是那炸弹的功劳。若是没有那炸弹惊到了那群野猪，战斗的时间肯定会更长些。相对的，收获也肯定会多一些。但这并不是秦天想看见的。他可不想自己辛辛苦苦搭建的营地被摧毁，然后再花时间重建。时间匆匆，转眼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按照预定的计划，营地里的围栏应该修建完毕，但事情并非如此。自打上一次下雨后，这老天爷像是破了口一样，兜不住水，隔3差5的就来一场雨。这雨呢，有大有小，大的视野中白茫茫一片，小的跟没下似的，又有长有短，长的下个2天2夜，短的就那么几分钟，一点规律也没有。可以说，这半个月以来的天气中，雨天占了大半，极大地延误了工期。幸运的是，在秦天3人不分昼夜、紧赶慢赶之下，第2次下雨前，他们将围栏扩建了几十米，完全挡在了营地的前面。如此一来，野猪暴动的时候，即便什么都不做，野猪群都会主动地避开这围栏，绕开营地。这一日依然是个下雨天，不算大，可也不小，想要工作是不可能的。为此，秦天3人给自己放了1天假期。此时，3人正在厨房里，秦天将酿制葡萄酒的罐子打开，经过1个月的发酵，在盖子起封瞬间，一股浓浓的酒味儿从中传出，其中还夹杂着一丝香甜。可是往里看去的时候，罐子内的情况顿时让人不适。罐子内的葡萄酒变得更深沉，表面上浮着一层白色的泡沫，不禁让人想到腐烂2字。杰西卡当即是捂着鼻子，原本还觉得香甜的酒味变得恶臭起来，说道：难道是我在酿制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错误吗？这已经发霉了吧？叶林暗自往后挪了一点。酿制成功的葡萄酒就是这个样子，至于上面的漂浮物，过滤掉就好了。见到杰西卡和叶林的反应，秦天有些忍不住想笑。你确定？杰西卡持怀疑的态度。我十分确定。秦天点头。我们家酿过葡萄酒，发酵好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秦天继续说道：你们看到的这些白色泡沫其实是发酵过程中产生的2氧化碳气泡，纯属于正常现象。听完秦天的解释，叶林和杰西卡这才释然。拿来事前准备好的布料和干净的罐子，在叶林和杰西卡的帮助下，秦天将葡萄酒里的葡萄皮给过滤干净。秦天说的不假，
将那些残渣给处理干净后，得到的葡萄酒紫红紫红的，不见有任何的杂质，就连酒香也更浓了一些，和普通的葡萄酒没什么区别。拿过竹筒做的打酒器，秦天笑道：农家特制天然葡萄酒，谁想要？默不作声，杰西卡和叶琳都是拿着杯子递到了秦天跟前。只是葡萄酒的味道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美好。入嘴之后，两人那原本是一脸享受的神情，很快就变得难看起来。哇，这酒的味道好酸！杰西卡哽着喉咙咽了下去。难道是没有密封好吗？叶琳咳了咳。杰西卡就不用说了，美国人葡萄酒就和中国的啤酒一样，喝了不知多少。叶琳的家境不错，随父母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也跟着小酌过。两人现在一品就尝出了葡萄酒的不对劲儿。刚酿好的葡萄酒多少会有点酸味，再放上一段时间的话，这酸味就会消失了。早就料到了这种情况，秦天并没有尝，而是打开了酿醋的罐子。醋罐子里面的情况和酒罐子里的情况差不多，就是白色的泡沫更多一点，而且打开的时候传出的并不是酒味儿，而是一股扑鼻的醋味。将其过滤后得到的液体也是紫红色的，但相对要淡一些。不仔细看的话，绝对和葡萄酒会弄混的，而这便是葡萄醋。暂时将葡萄醋放在一边，秦天对着叶琳和杰西卡说道：喝完了吗，姑娘们？要是难以下咽的话，就先放到一边吧，有活要干了。什么事情啊？蒸馏酒精。在这之后，秦天三人将罐子里的酒倒入锅中，然后盖上盖子，再找来一根1米多长的竹条打通，接连到罐子中，而另一头则是连接到空的罐子上，最后起灶生火。大火燃烧，罐子里的葡萄酒沸腾起来。由于酒精的沸点较低，只有78.3度，很快就化作了气体，从葡萄酒中分离出来，然后钻入竹筒中冷却液化，流到了另一个罐子当中。半罐子的葡萄酒想要彻底的蒸馏出酒精，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期间，秦天并没有闲着，拿来了小苏打、红糖和葡萄醋。哎，你这是要做什么？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秦天卖了个关子，然后按照1:3:3:220的比例，将这些东西全部融入到了水中，将液体搅拌均匀。秦天将其放在制冰箱中冷冻，待溶液冷却之后，这才拿出来倒在杯子里，递到叶琳和杰西卡面前。尝尝看。期待地喝了一口，叶琳一脸的惊喜，杰西卡则是一副意外的神情。哇，这是雪碧！叶琳有些不确定地看着手里那紫红色的饮料，虽然颜色不一样，可是口感却是和雪碧相差无几。自制雪碧。秦天点头。如果将红糖和葡萄醋换成白醋和白糖的话，不管在外观还是在口感上，相信会和雪碧更接近。但只是接近而言，这到底是不是雪碧的配方，我也不清楚。秦天笑道：雪碧是什么？听得秦天两人，杰西卡不解，这饮料的味道让我想起了可乐。顿了顿，不知该作何解释。秦天道：你可以把它当成中国的可口可乐。忙碌着又过了1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秦天三人彻底建好了营地围栏。秦天还因此完成了营地升级任务，得到了2000积分的奖励。这些积分秦天都没有动手，依然留着作为应急的手段。
围栏是在7月份完成的，晴天3人并没有急于步入下一个阶段。在夏季剩下的1个月里，他们进一步完善了营地，诸如做了吃饭的桌子、休息的椅子、放碗的橱柜之类的家具，更是用竹子修建了杂货房、烧陶房和洗澡房，将生活的功能区分化得明明白白的。小白也已经长大了，白色的绒毛变成和沙雕一样帅气的黑羽，能够翱翔于天际当中。必须要说的是，这夏天里晴天有了套新衣服，是叶琳用杰西卡的衣服给改的。在那精巧的手工之下，那些对晴天来说有些小的衣服变得十分合身。另外，叶琳还用野猪皮缝制了2个背包。现在外出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水壶、猪肉干一类必备的食物就不用说了，还有麻绳啊、斧子之类的工具，老是别在身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有了背包后，出行更方便了些。天气是什么时候转冷的，谁也说不清楚。只是晴天3人今早起来时，都是被那迎面袭来的冷风吹得打了个哆嗦。树林里的落叶掉落，飘到了营地里。秋就这么来了。从今天开始，晴天3人要开始第1阶段的下半程，那就是将这荒岛探寻一遍。按照原定计划，吃过早餐后，晴天就带着憨皮和沙雕离开了营地，而杰西卡和叶琳则是开始在营地周围探索。从这一边，晴天离开营地后，就朝着平原地区走去。上一次他和叶琳为了带回小白，已经去过1次平原，恰好遇上坠机的杰西卡，救人心切，2人当即折回，也没能将平原地区好好探索一遍。不过以晴天2人当时的食物储备来说，即便是没有遇到坠机的杰西卡，他们最多也只能在那里停留1天的时间。但这一次不同，晴天足足带够了10天的水粮，是要走遍平原的每个角落。和此前一样，路途十分顺畅，而且没有旁人，晴天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天赋。为此，他在天黑前就到达了平原。可不想像上一次一样遇到草原狼了。虽然到达了平原，但是晴天还是选择在平原周围的森林里露营。相对而言，这里无疑要安全许多。荒岛上四季分明，入秋后一入夜就是冷风呼啸，但晴天是不用担心保暖问题。出来的时候，他带了露营的帐篷，只要将拉链一拉，连条缝也不给风钻进来。除此之外，他还有睡袋保暖。第2日早，晴天再次踏入这片辽阔的平原。按照记忆，晴天朝着火山所在的方向进发。这一次来，他主要的目的还是探寻火山。不出意外的话，那里应该会有他想要的东西。火山的位置位于平原的中间，晴天花费了3个小时的时间，穿过了高山，才到达了那里。眼前所见，火山被大山围住，如果将平原划分为内外2圈的话，那被大山围着的区域就是内圈。内外2圈的景色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十分明显地体现在了植被上。平原外圈除了山上之外，没有任何高大的树木，都是冒头的浅草和裸露的土地，齐腰的灌木零星点缀在草原上。在平原内围，齐腰的灌木随处可见，而且长得十分茂盛，让人寸步难行。幸亏晴天穿的是耐磨的牛仔裤，
若是换成运动裤的话，不出半个小时，定会被汁液勾出一个个口子，露腿露腚。小心翼翼地走着，中午时分，晴天来到了火山的山脚下。也不知道是因为中午的缘故，还是因为接近火山，来到这里后，他感觉气温高了不少。火山不高，500米左右，山体的植被就分为2层，以300米为界，往下是高大的树木，往上则是草丛。简单的休息后，晴天便是朝山上爬去。可到了半山腰，憨皮不知道怎么了，传来难闻2字后就停下了脚步，死活不肯继续上前。想到了什么，晴天用力嗅了嗅，发现空气中确实有那么一丁点的味道，也没让憨皮再跟着，自顾一个人往山上爬去。爬了没多久，晴天出了树林，然后往山顶看去，只见山口处冒着白烟，晴天当即加快了脚步。来到火山口，晴天的胸口微微起伏着，一脸的兴奋。火山口处的风景别具一格，光秃秃的，没见有任何的植被，也没有那赤红色的岩浆。在晴天眼中，所倒映出来的是如同绿宝石一样碧绿的湖泊，还有那分布在湖泊口那遍地的黄色石块硫磺。老天爷还是照顾我的。晴天咧嘴一笑，有了这硫磺，他就能制作出更多的炸弹。并没有立即收集硫磺，晴天在火山口附近搜寻起来。要知道，火山喷发带来的可不仅仅只有硫磺。由于火山喷出的气体和液体覆盖范围大，与之发生反应的矿价质和围岩繁多，所以生成的矿物种类也是繁杂多样。不夸张地说，这一座火山就是一座巨大的宝藏。拿着石斧，晴天一路敲敲打打，希望能找到什么有用的矿石。没多久，还真就有了收获。偶然间，晴天看到地面上有露出的黑色石块，凑过去一看，发现这石块如千层饼一样，内构层次分明，表面更是泛着乌光。这难道是方铅矿？将这石块挖出，晴天在手上掂量着。他可是头一次来火山，关于火山的一切仅限地理上简单的介绍，至于矿石什么的更不懂。也没多想，晴天当即换出系统，打开商城，在书籍一栏里浏览起来。很快他便是找到了他想要的书籍《野外矿物大全》。点击购买，3000积分支出。经历接受书籍的短暂疼痛后，晴天在看那黑色的石头时，顿时有股信息自脑海中涌现出来。方铅矿，一种比较常见的矿物，它是一种硫化物，集合体通常为粒状或者是密质块状，呈铅灰色，条痕灰黑色，有金属光泽。果然，自己的猜想得到印证，晴天不免有些激动。这方铅矿可是制作无色玻璃的材料之一，算得上是对他有用的矿石。忙活了一个下午，这天色已晚，晴天不得不退回半山腰的树林里，找到憨皮后搭起了帐篷。退回平原周围的森林需要花费的时间太长，等到明天来的时候还要浪费3个小时，所以今天晚上晴天打算在这里住一晚看看。若是期间没什么野兽的侵扰，短期内他就在这里住下，若是有，他就只能退回森林里。至于今晚可能会遇到狼群这个问题，晴天是一点儿也不担心。有过上次的经验，他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狼群，更不用说在出门的时候，他
他还带了一个炸弹在身上。不过这炸弹晴天怕是没机会用到，他又安全地度过了一晚。往后的2天时间里，晴天整天围绕着火山口转悠。晴天就地取材，用石头做了一把石镐，然后就找了个地方开始挖起来。可在当天他就放弃了。火山口的地表特别硬，泥土里还含有大量的碎石硬物，才挖出一个小坑，石镐就碎了。1天下来也就挖了半米深的坑，还不见半块矿石，倒是他的手都快脱皮了，整个人也是腰酸背痛的。按照眼下的情况，除非有铁制镐，否则只是用石制镐的话，只怕是得挖上10天半个月才有可能见到矿石。然而想要得到铁制镐，必须得要有铁，而铁矿有可能就埋在这泥土的下方。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导致了这么一种类似于看得见却够不着的局面出现，让人感到郁闷不已。晴天倒也干脆，既挖不了，那就不挖了。毕竟泥土下方存在矿石，不过是他的推测。综合来说，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一件不确定的猜测上，实在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当然，晴天也不是就这么放弃了，他打算先记住这个地方，若是将荒岛其他地方都找过一遍后，还没有发现铁矿石的话，他就带着叶林2人来这里深挖，碰碰运气。长呼口气，晴天就要转身离去，却察觉到了什么。抬头一看，便是看到沙雕从高空中落下，稳稳地停在了他的面前。半跪在地，晴天往沙雕的脚上看去，那里绑着一个竹筒，把盖子打开，见里面放着一卷纸条。晴天拿出一瞧，纸条上面写着：这边很好，你注意安全，爱你2句话。看着这2句话，晴天会心一笑。不得不说，有人惦记牵挂着，着实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晴天原本因挖不到矿石而有些低落的情绪顿时一扫而空，已不想继续在这火山上待下去。晴天第2日早带着竹筐跳入了火山口里，想着收集到足够的硫磺后就拍屁股走人。这火山口遍地是硫磺，就和常见的石头一样，不用寻找，晴天只花费了10分钟的时间，就收集了满满1筐的硫磺。没有立即离开，晴天来到了那湖泊前，小心翼翼地取下携带的麻绳，将其中一头放入了湖水当中。结果那麻绳才一触碰到湖水，就冒起了青烟，原本的麻黄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最后被湖水给腐蚀掉。搞不得，搞不得。晴天收回麻绳，如他所料，这看起来美丽无比的湖水，实际上是极具腐蚀性的酸水。若是掉入其中，那可真的是死的连渣儿都不剩了。本想随身带着一点防身用，可这酸性超乎晴天的预料，以他随身携带的竹筒根本无法带走。也不强求，晴天带着硫磺回到山腰的落脚点，收拾好一切后和憨皮下了山。接下来的时间里，晴天四处乱窜，打探平原的资源，可比起森林来说，这平原上的生态链单调不少，一连找了3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能用的资源是有，但在那营地附近的森林里也能找到，除非是需要硫磺，否则的话还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能让人大老远的跑来这里。出来已有7天的时间，食物和水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第8天早上，秦天带着他这些天来获得的矿石和硫磺离开了平原。回去的时候，秦天并没有按来时的路走，因为他的起始点早已不是火山，若是按原路的话，要白走一大段路程，所以他重新设计了路线。可在走到一半后，秦天才发现，这路线竟然是经过了沼泽。自从秦天带着杰西卡从沼泽里死里逃生后，沼泽地就被他当成了禁区，那里充满了沼气，还有毒蛇、鳄鱼的地方，当真不是人待的。见到沼泽的时候，秦天的第一想法就是绕过去。幸运的是，新路线并不是从中穿过去，而是打个擦边。秦天只绕了几百米的距离就绕开了沼泽。但在那之后，秦天并没有急于离开，因为他发现沼泽地里的白雾变淡了不少。秦天清楚地记得，当初他和杰西卡从沼泽地里逃出来的时候，沼泽地里的白雾浓郁到看不清树木的地步，能见度只有3米。可眼前的沼泽地虽然是白雾缭绕，但并没有到达那种对视线造成影响的地步。难道沼泽地里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充满白雾？秦天有些不解，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和当初离开沼泽的地方并不是同一个位置，这么想倒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紧接着，秦天又想起当初进入沼泽时的情景，那时候沼泽地里的雾气量好像和现在差不多，只是在2天后白雾才变得浓郁起来。或者说，这沼泽地里的白雾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浓郁的。想到这里，秦天不禁暗自兴奋。当初秦天进入沼泽地时，白雾稀薄，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可当白雾突然变得浓郁之后，他和杰西卡就纷纷沼气中毒。从这一点完全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沼泽地里平时是没有沼气的，或者说是沼气含量很低，只有当白雾变得浓郁的时候，沼气才会出现，或者说变得浓郁。沼泽地之所以成为禁地，是因为里面有无色无味的沼气，可现在这沼气的变化竟然直观的和白雾的变化相互对应。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沼泽地就不再是无法涉足的禁地。只要在雾气变稀薄期间，也就是沼气构不成威胁的时候进入沼泽地，就能搜寻资源，而不用担心沼气中毒。怎么说，鳄鱼皮可是上好的皮，用来做鞋子、包包什么的，无疑要比野猪皮好得多。收回思绪，秦天对在憨皮背上休息的沙雕打了个眼神，下一刻沙雕扇动翅膀飞向了天空。在探讨第2个假设之前，得先落实第1个假设。若是第1个假设成立，那第2个假设就不用去印证了。大概几分钟后，沙雕就回来了，落在一旁的树枝上，通过奴兽印建立起的联系，向秦天汇报自己所见到的。都能看见，这是沙雕传来的信息。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沙雕按照秦天的要求，在方圆几里的沼泽上空转了一圈，结果发现并不是只有秦天附近的沼泽浓雾变得稀薄，而是整片沼泽都是。这么看来的话，沼泽里的白雾浓度确实会发生变化。秦天暗想，接下来秦天要做的就是判断这白雾变化是否有规律，如果有，那就找出变化的周期；如果没有，那就找出白雾变化的原因。两脚动物，几只，附近。秦天正想着，沙雕的声音又在脑海中响起。得到这2个信息，秦天先是一愣，然后指向自己，
沙雕则是低叫一声，当作回应。霎时间，秦天浑身泛起了鸡皮疙瘩。如果沙雕没看错的话，那就意味着在这沼泽地里还有其他人。想于此，秦天让沙雕带路冲入了沼泽地里，憨皮则是被他留在了原地。沼泽地里泥泞不说，还有流沙，对憨皮那种笨重的身躯实在是谈不上友好。考虑到这点，秦天才做出了这种安排。在沙雕的带领下，秦天不断地深入沼泽。途中，他一直估算着自己走了多远，若是达到5000米的话，就立即停下。开启天赋后，他的速度最高能达到每小时110千米，换算下来，5000米就是他3分钟能跑的大概距离。在没摸清白雾的变化规律之前，他可不敢超过这个距离。万一白雾突然变浓的话，他还能开启天赋逃掉。没多久，安全距离就达到了5000米界限。这个时候，秦天停下了脚步，然后对着沙雕询问道：“还有多远？”都走到这里了，就这样放弃的话，秦天不免感觉有些不甘心。若是剩下的距离不远的话，他倒是能够冲一冲。近了，近了。这是沙雕传来的回应，可秦天却是面露苦笑。进入沼泽后，每过1000米的距离，他都会询问沙雕一次，可每一次，沙雕的回答都是这个。想来，对于飞在天空的沙雕而言，1000米和5000米根本没什么太大区别。心念转想间，秦天决定再走500米。若是500米内还没有看到人的话，他就立即掉头返回。然而，他才是下了决定，就要继续前行之时，远处就有几个身影闯入了他的视线。见到那几个人影，秦天精神一振，运足目力朝远处看去，发现那几个人正朝着他所在的方向冲来。待接近一定的距离后，那几个人的样貌逐渐清晰。出现了一共有6人，1女5男，衣着怪异。女的身高1.5米出头，15、16岁的少女模样，麦黄色的皮肤，梳着2个短马尾，身披一件兽裙，不禁让人联想到那所谓的土著人。男的身上穿着皮甲，头戴角盔，手里拿着铁斧铁剑，更有厚重的盾牌，模样像极了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维京海盗。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况，少女的兽袍上沾着大片的血迹，仔细看去便是能够见到有鲜血顺着少女的大腿流下。至于身后的那5个汉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凶神恶煞，双目中尽是癫狂之色。此时双方之间的距离不过3、4米，而且逐渐缩短。眼看少女就要被追上时，少女脚下忽然一刹，转过身来，朝着袭来的5个汉子爆射而去。期间少女斗篷一甩，从背后抽出2把石刀，朝着最近的大汉劈头砍去。然而少女的奇袭没有得手，看样子是一直戒备着。面对袭来的攻击，大汉及时地抬起了手中的盾牌挡了下来。可少女的攻击还没完，那石刀抵在盾牌上的时候，她手腕一用力，借力将自己撑起，那看起来有些娇小的身子就那么轻飘飘地翻过了大汉的背后，好似那电视剧里呈现的轻功一般。如此空档，岂有不出手之理？来到大汉身后，少女反手一劈，就斩在了大汉的身上。可惜的是，
少女手里拿着的是石刀，根本攻不开大汉身上的皮甲，只是给大汉带来了一次重击。一击未果，半空中少女身子一扭，另一只手的石刀就再次朝着大汉的手臂劈去。那里并没有皮甲的保护，若是挨上一刀，就算不断也要伤及骨头。可眼看就要得手之时，少女却瞳孔一缩，急忙往后跳去。几乎是同一时间，2把铁斧擦身落下，劈在了少女之前所在的位置上。却是那大汉的同伴出手了，也不恋战，眼看形势不对，少女收刀欲走。不过那几个大汉可不会就这么放过她。在少女出手的时候，其他几名大汉早就各站一角，形成了包围圈，堵住了少女的去路。脸上不见有任何害怕的神色，银牙一咬，少女娇喝一声，提刀冲了上去，眼中尽是决然。反倒是被当作目标的那名大汉神色一紧，如临大敌，直到被同伴一吼，这才稳住了心神。同时出手，5名大汉杀向少女，6人陷入了混战当中。但即便是在人数上占优，可在短时间里，那5名大汉竟没能把少女给怎样，大部分时候都是处于防御当中。再看那名少女，以灵巧的身姿在那群大汉当中左右腾挪着，面对5人那大开大合的攻击，皆是以最小的幅度闪避开来，并抓住空档，抬手挥刀进行反击。时间一久，少女流的血越来越多，几乎是半条腿都被染红了，体力也在攻击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消磨着。相比之下，5名大汉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以守为攻的策略，除了挨打之外，体力几乎没怎么消耗。眼看少女的体力逐渐不支，某一刻，一名留着络腮胡子的大汉喊了一声，5人皆是转手为攻，每个人的攻击变得越发凌厉，少女的处境顿时变得险象环生。这一边6人打得火热，完全没有注意到远处的秦天。此时秦天看着这激烈的战斗，不知该作何反应。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从6个人的出现，然后打起来，再到现在，这个过程看起来很长，可实际上不过2分钟的时间。少女和5个大汉的战斗，无时不刻都在刺激着秦天的脑海。从那攻击要害部位的招式来看，他能知道这可不是什么演练，而是关乎性命的厮杀。秦天看过动物之间的厮杀，但人与人之间的厮杀，他却是从未见过。那带来的冲击感，刺激着他大脑里的每一根神经。很快，原本焦灼的战局有了变化，动作变得逐渐迟钝的少女，在不小心之下，被刀刃划中了手臂，一道道血淋淋的口子顿时狰狞地出现在少女的手上。可即便是这样，她依然紧紧地握着手中的长刀。飞溅的鲜血终于是让秦天回过神来，他当即蹲下身子，脱下了背包，从手中拿出了各种的小竹筒。这些小竹筒上分别写着硝酸钾、氧化钙等等。在营地里的各种药剂，在离开之前，秦天都匀了一部分带在身上，为的就是以防万一。按3:2:1的比例，秦天将硝酸钾、小苏打和红糖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然后如同制作炸弹一样，拿来干净的竹筒，按顺序填入泥土、原料和引线。丁，宿主制作烟雾弹，获得3000积分。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情况紧急，没空理会这些。做完烟雾弹，秦天当即拿起了反曲弓。
他不知道这少女和5名大汉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想要劝说双方停下战斗，这是不可能的。瞄准其中1名大汉的腿，秦天开启天赋，根据各项数值调整着射箭的力度和弓箭的角度。这一刻，秦天能够听到心脏在胸腔里跳动的声音。第一次对人出手，让他有种拘束感。说他胆小也罢，圣母也好，总而言之，即便是在这荒岛上，这法律触及不到的地方，他受到的教育依然在无形中对他产生影响。这也是让他在知道这一箭射出后会带来麻烦的情况下，还选择这么做的原因。他要在不伤及任何人性命的情况下救那个少女，否则他将良心不安。至于那之后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吧。在各种复杂的心情当中，秦天松开手来，箭矢飞射而出，精准地打在那名大汉的腿上。没想到会有人暗中偷袭，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那大汉直接半跪在地。而这突然的变故也是让正在交战的所有人为之一惊。顺着箭矢射来的方向看去，便是发现了秦天的存在。抓住机会，少女双目一凝，从秦天打开的缺口中冲了出来。当其他4名大汉还在发呆的时候，他已是冲出了几米开外。可惜的是，少女的体力不支，再加上流血过多，逃跑的速度慢了不少。反应过来的4名大汉很快就跟了上来。不过秦天可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拉弓再射，但那5名大汉既然知道了秦天的存在，又岂能没有一点提防？面对射来的箭矢，领头的大汉手臂一抬，箭矢就打在了盾牌上，但这也多少让他放慢了些许的速度。见状，秦天连连射箭，可很快所带的箭矢就被他用完了。但他也为少女拉开了10几米的距离，本来离得就不远，几秒钟后，少女就冲到了秦天的跟前。眼见差不多是时候了，秦天拿出了打火机，点燃了烟雾弹。在打火的时候，少女的眼睛一亮，一副吃惊的样子。可这个时候，秦天正将注意力放在烟雾弹上，并没有察觉。待引线烧得差不多的时候，秦天用力将其扔出，落到那4名大汉身前的时候，引线正好烧完，大量的红色烟雾自引线中冒出。显然是没见过烟雾弹，这忽然冒出的烟雾让4名大汉心中大骇，脸上露出了忌惮的神色，纷纷止住了脚步。可不停还好，这一停，那烟雾袭来，顿时就将那4人笼罩在内。紧接着，烟雾里就传出这4人剧烈的咳嗽声。此时不跑，更待何时？见此情形，秦天转身就跑。可才是迈出脚步，便是发现那少女此时正一脸好奇地看着那红色烟雾，这不禁他郁闷地吐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他妈像根木头一样杵着。发什么呆，还不快跑！秦天没好气地喊道。回过神来，少女急忙跟上，只是再看秦天时，脸上多了恭敬和敬畏。烟雾弹大概能燃烧10几分钟，但那4名大汉可不会傻傻地待在烟雾中。当他们发现这烟雾并没什么杀伤力后，就从惊恐中冷静下来，冲出了烟雾。只是那个时候，秦天和少女已经跑出了50米之外，但这4人只是对视了一眼，就继续朝前追去，并没有就此放弃，
至于身后那名受伤的同伴，秦天用的是石质剑矢，没有两脚倒钩，那受伤的大汉直接将剑矢拔了出来，动了动，觉得还能走之后，就忍着疼痛小跑着跟了上去，当真一个生猛啊！这一边，秦天带着少女朝沼泽边缘跑去。纵然他有2大天赋，可真的要是和那4个大汉打起来，他并不觉得自己干得过谁。那几个大汉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从方才他们和少女的战斗来看，就能知道他们的战斗经验极为丰富。倘若真的打起来，他最多能够周旋一下，想要打倒这群大汉近乎是痴心妄想，所以呀，只能逃跑。只要他们2个人跑出了沼泽，和憨皮会合后，那一切就都稳了。但这的前提是一切顺利。大概是失血过多的原因，少女的速度逐渐下降，再这么下去，不出半分钟，2人就会被那4个大汉给追上。见状，秦天当即停住脚步，蹲下身子，对着少女说道：上来，我背着你跑。开启天赋带人，这是秦天没有试过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体力的消耗肯定是巨大的，而且速度定然会下降不少。也不知道少女是没有听懂，还是有别的打算。看到秦天停下，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脸上露出了决然之色，对着秦天喊了些什么。秦天顿时头大，少女的话呀，他是一句也没有听懂。如同少女身上的服饰容易让人联想到的，这一刻起，在秦天的心里，这少女已经被认定为是某个部落里出来的。也不等秦天做出回应，少女就抽出了2把石刀，转过身去挡在了秦天的面前。看这样子是打算留下来拖住那4名大汉。秦天自然是不会允许少女这么做呀，知道解释不通，他二话不说，直接从背后抓向了少女。没有一点防备，加之少女并不重，在一声惊呼当中，秦天将少女如同麻袋一样扛在了身上。紧接着，秦天开启天赋，转头就跑。如此前所预料的一样，扛着少女，他速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就秦天现在的速度而言，只比他不用天赋时快了1倍。要命的是，天赋能维持的时间缩短到了2分钟。就这种状态下，想要摆脱4名大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脑子飞速地转着，万千思绪闪过，秦天暗自咬牙，若是真的被逼无路的话，那就将背包里的炸弹扔出去。当即，秦天打心底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以炸弹的威力而言，人是绝对撑不住的。他可不想被自己的良心折磨一辈子。大蛇！正想着，沙雕的声音突然在秦天的脑海里响起。他不禁一愣，不知道沙雕所说的大蛇是什么。可很快，秦天就听到了什么动静。朝一旁看去，心中涌出一种不好的预感。应该不会吧，这里可不是竹林。想到了什么，秦天脸色大变，奔跑的速度更快了些。不好的预感成真，片刻之后，一个黑点自动静传来的方向出现，好像瞬移一样。片刻间，那黑点骤然放大成一个黑影，伴随着两旁倒塌的树木朝着这边袭来。没错，正如秦天所猜测的，那动静正是泰坦蟒搞出来的。泰坦蟒的速度何其快，原本还在几百米外，不过半分钟的时间就来到秦天几人所在的区域。这时，秦天两人和4名大汉
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逃窜。按距离来说，泰坦蟒要离斯明达汗近一些。那边肉多，追那边。这个时候，秦天暗自祈祷着，泰坦蟒不要找上他们。然而，当泰坦蟒把头转向他们这边的时候，他知道，再怎么祈祷都是没用的。或许是记得秦天这个曾经对他动手的人，又或许是被少女身上鲜血的气味所吸引，十分悲催的，泰坦蟒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秦天咬去。我去！秦天爆了句粗口，不由暗骂这泰坦蟒缺心眼儿。危险逼近，秦天反而是停下脚步。此前的经验告诉他，逃跑是没用的，只会白白的浪费力气。所以他打算故技重施，先翻到泰坦蟒的背上再说。眼中，泰坦蟒的身影不断放大，眼看离自己不过3米之时，秦天身影一晃，朝着一边闪去，让泰坦蟒扑了个空。趁着泰坦蟒还未掉过头来，秦天直接将少女往泰坦蟒背上扔去。危机时刻，他也顾不上怜香惜玉之类的。少女倒是聪明，落在泰坦蟒背上的那一刻，他就明白秦天的意图，当即趴在了泰坦蟒的背上。在这之后，秦天也是跟着跳了上去。他反应更快，泰坦蟒一有动作，少女立即拿出2把石刀，顺着泰坦蟒的身躯朝着泰坦蟒的脑袋杀去。秦天直接看傻。泰坦蟒的前半身子是斜立的，而且自身鳞片光滑无比，仅仅是趴着都有可能滑落下去。可那少女竟然是一路直上，端的是一副武林高手的模样。人与人的体质果然是不同的，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潜力是无穷的。秦天的脑中突然蹦出这么一句话来。少女的速度很快，眨眼间就来到泰坦蟒的脑袋上，高举石刀狠狠地往下插去。刀尖破开鳞片，有鲜血迸出。泰坦蟒顿时吃痛地嘶吼着，剧烈地甩着脑袋。少女直接摔地，不过她的手一直抓在石刀上，倒是没有掉落下来，就那么挂在那里。即便是这样，这期间她也不忘腾出另一只手，抓着另一把石刀，不断地朝着泰坦蟒刺去，极其凶狠。可惜的是，这并没能坚持多久，半分钟后，少女就被泰坦蟒甩飞了出去。砰！半空中根本无法控制身体，少女就那么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脑袋嗡嗡作响，喉咙里腥味翻滚，一口鲜血直接吐出。少女任何一点喘息的机会。在她那近乎崩溃的视线中，泰坦蟒张开比她还要大的嘴巴，朝着她袭来。生死关头，少女眼中不见有任何恐惧，只是紧紧地握着石刀，想着若是自己被吞进肚子里的时候还未死的话，就用这石刀捅破泰坦蟒的肚子。但她这个计划注定要落空了。某一刻，少女眼前一花，却是秦天出现在她的面前，一把拉住了她的手。没了少女作为负担，秦天开启天赋的速度已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才是拉住少女的手，他的速度就要降下来。咬紧牙关，秦天全力闪开，可还是慢了一步，没能完全避开。两人被泰坦蟒擦身撞到了一起，虽没有受到正面冲击，可在此前，少女砸地重创，秦天的体力被天赋消耗一空的情况下，两人已无法站起来。攻击落空，泰坦蟒扭转着身子，回过头来就要继续朝着秦天两人咬去。
毫无预兆的一声巨响传来，只见泰坦蟒的嘴里火光炸开，随着瞳孔扩大，巨大的身子就那么直挺挺地倒了下来，地面震动。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少女美眸震颤。方才晴天出现的时候，她清楚地看到，晴天拉起她的同时，往泰坦蟒的嘴里扔了一个竹筒。这不难猜出，眼前的变故定然是晴天的手段。一旁，晴天胸口剧烈起伏，喘着粗气，看着远处身子痉挛的泰坦蟒，惊魂未定。走，离开这里。深吸一口气，晴天拍了拍处于震惊中的少女。虽然泰坦蟒此时没了动静，可那炸弹到底能不能炸死泰坦蟒，他心里没一点底，只想着赶紧离开这沼泽，和憨皮会合，远离这里。得到晴天的提醒，少女回过神来，跟着站起身子，两个人相互搀扶着，以3步1停的踉跄步伐往前走去。拖着沉重的脚步，几分钟后，晴天和少女这才走出了300多米。以为能这样就逃离这里时，身后的泰坦蟒有了动静。晴天两人心中一凛，转头看去，只见泰坦蟒缓缓挺起了身子，然后嘴里发出刺耳的嘶吼。若是仔细看去，就能看到泰坦蟒的嘴里一片血肉模糊。可不愧为史前凶兽，即便是这样，竟然没有就此死去。玉皇大帝祭天奥丁西方耶稣，哪位大佬前来救小弟嘛？回去之后，小弟定然立起碑位，天天供着。见到泰坦蟒起身，晴天急忙拉着少女往最近的一棵树走去。然而少女显得有些抗拒，对着晴天说了些什么，可晴天又哪里能听懂，只能摇了摇头。无奈之下，少女指向泰坦蟒，又指了指他们两人，意在表达什么，可晴天并没有理会，自过拉着少女躲在了树后。少女更急了，不断地比划着。对此，晴天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嘘，别出声。顿感心累，少女只能收住了嘴巴，心中打定，等会儿泰坦蟒冲过来的时候，自己就充当诱饵，将泰坦蟒引开。他知道，在泰坦蟒面前躲起来是没用的，就像他的族人一样，不管躲在哪里都会被找出来。各有心思，晴天和少女屏住了呼吸，死死地看着远处的泰坦蟒。经过几秒钟的缓冲之后，泰坦蟒从那眩晕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可并未如同少女所想的那般朝着他们冲来，而是晃着那巨大的脑袋，四处寻找着他们两个人的踪迹。少女不禁心感疑惑，倒是晴天一副早有所料的模样。蟒蛇并不是靠眼睛，而是靠红外线来寻找猎物，这一点晴天是知道的，正因如此，他才会躲在这里。要知道，蟒蛇能够感知温度的器官在眼睛和鼻孔之间，范围说得大一点，就是整个脑袋。现在泰坦蟒被炸的是嘴巴血肉模糊，脑袋昏沉，这没准已影响到了各类感官的正常工作。考虑到这点，晴天才会明知故犯，打算拼一把。心想于此，晴天念头一动，原本盘旋在上空的沙雕俯冲而下，以极快的速度掠过泰坦蟒的头顶，狠狠地在上面抓了一把。沙雕的利爪可是比少女的石刀锋利多了。随着翻飞的鳞片，3道深入血肉的划痕立即出现在泰坦蟒的脑袋上，引得泰坦蟒嘶吼着，
朝沙雕咬去。可沙雕的速度是何其快，当泰坦蟒有所动作的时候，早就飞出了10几米外了。空对地，优势放在那里，泰坦蟒想要伤及沙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乎，在晴天的指令下，沙雕越发的肆无忌惮，甚至挑衅般的在泰坦蟒面前晃悠着。哪能容忍啊！泰坦蟒很快就被激怒了，纵然碰不到沙雕，也依然张开大口朝着沙雕咬去。在沙雕的引导下，泰坦蟒逐渐离开了这里。术后看着远去的泰坦蟒，少女小嘴微张，忽然出现的一只大雕将泰坦蟒给引走。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按理说，这两者根本不会有交集才对。也不等他想个明白，晴天便是拉起了他的手，下巴往外一扬，示意着少女赶紧趁这个机会离开这里。终究是大难不死，返回途中，两人都没再遇到什么危险。半个小时后，晴天两人来到了沼泽边缘，远远的已能看到在树下睡觉的憨皮。大概是察觉到了有人靠近，憨皮抬起头来，当即发现是晴天后，立刻兴奋冲了过去。憨皮的出现把少女吓了一跳，紧接着他就冷静了下来，手拿石刀，毅然站在了晴天面前。纵然双腿无力打颤，可身上依旧散发着毫无畏惧的气势。看着少女这副模样，晴天心中感动不已，暗自想自己果然没救错人。从少女的身后走出，晴天对少女颔首，示意她不要太过紧张。接着在少女那吃惊的目光下，憨皮放缓了速度，来到晴天跟前，趴下了身子。少女的大脑顿时短路了，若非亲眼所见，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如此巨大的凶手会在一个人的面前表现得如此的温顺。正当少女愣神之际，晴天朝她喊了一声，然后拍了拍憨皮的后背。先是一怔，片刻后，少女一副恍然的模样，一脸恭敬地在晴天面前跪了下来，四肢撑地。这是什么个意思？我是让你骑上来，没让你当做人凳啊！再者，即便我有这个意思，你也不用就这么容易就接受了吧？少女的这个操作看得晴天一头黑线，不知个所以然来，暗自叹了口气。晴天来到少女身前，趁少女不留神之际，一把将少女抱了起来。啊！显然是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少女很可爱地喊了一声，挣扎着想要下来，但被晴天给直接无视掉。现在还在沼泽范围内，指不定那泰坦蟒什么时候就杀回来了。骑在憨皮的背上，晴天一声令下，憨皮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里。这一跑就跑了1个多小时，直到憨皮已经气喘吁吁，累得不行的时候，晴天才让憨皮停了下来。跑了这么远，泰坦蟒应该不会追来了吧？看着周围的树木，晴天从憨皮的背上翻身落下。死里逃生，那根紧绷的心弦在松懈的时候，不管是晴天还是少女，都是身心疲惫，瘫倒在地。尤其是少女，手臂上被划开一道口子不说，大腿也不知道受了怎样的伤势，在逃跑期间，鲜血不断流下，因失血过多，少女的脸色有些惨白，一双眼皮半拉着，随时都有可能合起。可即便是这样，她也没有马上休息，而是四处收集着木材。晴天正疑惑着，就见到少女从兽袍后拿出了木弓和一块板子。见此，他哪里还不明白少女想干什么？默不作声，晴天拿出打火机点燃。
正钻木取火的少女一见，脸上是一片震惊，目光更是死死地看着打火机，好奇看着这一块亮亮的石头怎么能变出火来。又见到少女身上的伤口，晴天打开背包翻找起来。杰西卡的医疗箱里有绷带，出来的时候她也带了一点，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背包里放的东西太多，晴天找了许久才把绷带给拿出来，刚想给少女使用，却见到少女手里拿着一块烧得炭红的木棍，就要往手臂上的伤口怼去。别！晴天急忙制止，连说话都结巴了。好在少女及时停了下来，但却是一脸不解地朝着他看去。乖，把木棍给我。晴天对少女招了招手，没有任何犹豫的，少女将木棍放到了晴天的手上，自己又从火堆里抽出了另一根燃烧的棍子。放下，赶紧放下！我这里有绷带，你不用这样子止血，真的。再也坐不住了，晴天起来，来到少女身旁，拿出酒精，晴天将其倒在了水壶当中，摇晃着让水稀释酒精。这时晴天指了指少女的手臂，后者意会，将手臂抬了起来，扶着少女的手臂，晴天拿出了酒精，也不管少女是否能听懂，还是开口说道：可能会很疼，你得忍着点。说着，晴天轻咳一声，将酒精倒在少女的手臂上，让酒精顺着手臂流下，清洗着少女的伤口。少女确实是坚强，在酒精流经伤口的时候，晴天能感受到少女的手臂止不住地颤抖着，可少女依旧咬紧牙关，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清洗的时间不长，就1分多钟。待酒精挥发的差不多后，晴天立即用干净的绷带将少女的手臂包扎好。接着，晴天又指了指少女的大腿，少女会意，当即掀开了手袍。晴天这才看到了大腿上的伤口，那伤口同样是一道半寸长的口子，应该是被那几个大汉斩伤，但位置有些尴尬，位于少女的大腿根部，算得上是比较敏感的部位了。一时间，晴天倒是有些拘谨，不好下手。不过少女倒是没想那么多，直接撩起了兽裙。见状，待少女准备好了之后，晴天继续为少女清洗伤口。清洗伤口所带来的刺激是钻心的疼。为了忍耐这种痛苦，这几乎是耗尽了少女剩余的力气。当大腿的伤口处理完后，少女整个人近乎已经虚脱，眼睛一闭，靠在树干上昏迷了过去。这时天色已经昏暗下来，呼了口气，晴天就这么让少女休息着，他则是开始搭建帐篷。待搭建好帐篷后，晴天想着将少女抱到里面去休息，免得晚上着凉了。谁知他才是碰到了少女的身体，少女就猛然睁开了眼睛，杀意乍现，手中的石刀直接朝着他的脑袋扫来。好在晴天反应迅速，往后跳开，这才险之又险地避开了那一刀，否则的话不死也要得变成瞎子。少女的突然袭击让晴天背后冷汗淋漓，他也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反应过来的，抽出了匕首，进入了战斗状态。眼看就要上演一场厮杀的时候，少女眼中的杀意尽退，取而代之的是惊慌和歉意。将2把石质长刀一扔，少女双膝一弯，对晴天磕起了头，嘴里更是不断地说着什么。见到这情况，晴天哪里还不知道，
刚才的攻击并不是少女故意的，只是下意识做出的反应。知道说也没用，晴天赶紧地伸手将少女扶起。这等跪拜大礼，她可承受不起，暗自松了口气。晴天带着少女往帐篷下走去，盘腿坐在篝火前。少女就像是个好奇宝宝，一脸惊异地看着头顶上的帐篷。她实在想知道自己在昏睡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突然间就多出了这么一座房子。咕噜，正看着，忽然有细微的声音传来，少女的脸色顿时变得通红。为了不让少女尴尬，晴天只当作没听到，转身在背包里翻找起来，并没有就此停下。少女的肚子一直在响着，为了制止住声响，少女一拳又一拳地打在肚子上，让偷瞄的晴天身躯一震。那力道若是打在她的肚子上，怕是能把她隔夜饭给打出来吧。似乎是有了效果，片刻之后，少女的肚子不再作响。晴天这才拿出背包里的肉干，转过身来，来一点。晴天将肉干递到少女面前，咽了口口水，少女双手一并高举过头，那样子就像是臣子等待着皇帝的赏赐一样。见多了少女的奇怪行为，晴天也逐渐适应了，就那么将肉干放在了少女的手上。那一刻他脑子一抽，差点没喊出来一句爱卿平身来。今日的遭遇让晴天两人身心疲惫。吃过东西后，晴天两人便是钻入了帐篷中，打算休息。期间，晴天本着照顾伤员的想法，将睡袋让给了少女，但少女没有接受，只是找了个角落，将身子缩在兽袍里，就这么睡了过去。晴天动感无奈，要知道杰西卡带来的帐篷很大，大到7、8个人并排睡都没有问题，少女大可不必龟缩于一角。除此之外，少女睡觉的时候手里还握着石刀，可回想起刚才所发生的事情，晴天并不认为这是用来防她的。晴天猜测，少女定然是长时间处于一种危险的环境中，这才会形成了这种习惯，用以应对随时发生的意外。想明白了这点，晴天也不再坚持，钻入了睡袋当中。他们两人现在身处帐篷里不说，那件兽袍也是相当的厚，他倒是不用担心少女会冻伤什么的。至于少女会不会趁着自己睡着的时候对自己动手，这一点晴天从未想过。一个能够在危险出现的时候站在自己面前的人，还有什么不能放心的？过于劳累，晴天两人很快就昏睡了过去。但今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注定两人不可能睡得很安心。天刚微亮，忽然有动静从帐篷外传来。这一刻，少女和晴天纷纷醒来，比晴天快了一步。她刚起身的时候，少女已经冲出了帐篷外，紧接着就响起了沙雕的声音。心中一紧，晴天急忙冲了出去。结果如他所料，少女正在和沙雕对视着。停！生怕会打起来，晴天急忙开口，同时招呼着沙雕落在憨皮身上。晴天摆了摆手，示意少女不要太在意，随后沉入心神，和沙雕沟通起来。这才知道，昨天沙雕和他们分手后，就将泰坦蟒带到了沼泽中心。直到确定他们安全后，沙雕这才将泰坦蟒摆脱掉。只是在飞回来的时候，并不见他们的踪影，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才找到了这里。辛苦你了。晴天摸了摸沙雕的脑袋。森林里清晨多雾潮湿，
起床之后，秦天并没有急于动身离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下，是否离开，离开后去哪儿，他还真不能一个人做主。等待水雾消散期间，秦天尝试着用手势和少女沟通，希望能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诸如少女从哪里来，部落有多少人，要不要和她一起同行等等。可这比当初他和杰西卡交流的时候难多了。那个时候他还能和杰西卡搭上几个单词，再结合处境，很容易就能猜到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少女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不懂，这交流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努力了近1个小时，秦天什么信息都没得到。考虑到剩下的粮水不多，没办法远行，最后秦天决定先带着少女返回营地，再做打算。第2日上午，秦天带着少女回到了营地。早在昨天，叶琳和杰西卡就通过沙雕知道秦天返回的时间，是以两人今日并没有外出搜寻物资，而是在营地里等候着。秦天一出现，叶琳和杰西卡就快步地走上前去。回来的时候没遇到什么危险吧？来到憨皮跟前站定，叶琳的视线巡视着秦天的全身，想要看看有没有受伤的地方。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少女吧？很可爱呢。难道你喜欢这种类型吗？杰西卡则是将目光放到了少女的身上。说到这里，杰西卡看向秦天，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不过小妹妹看起来可是还未成年哦。只当不知道杰西卡在说什么，秦天从憨皮身上翻下来，少女跟着跳了下来，然后面对杰西卡和叶琳，轻轻拍了拍自己的手肚，接着双手合十，弯腰低语。少女的行为看得叶琳摸不着头脑，根本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只能是看向秦天。可秦天哪里又会懂呢？无奈的双手一摊。哦，我可不是你口中所说的女巫，不过我的话你应该听不懂。正当秦天和叶琳一头雾水之际，杰西卡的声音从一旁传来，两人转头看去，便是看到杰西卡重复着少女方才的动作，口中说着和少女一样羞涩的语言。听到杰西卡所说，少女双眼顿时一亮，激动地继续说着什么。杰西卡则是点了点头，以同样的语言回应着。但两人所说的话，秦天和叶琳是一句也听不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杰西卡能够和这少女交流。杰西卡，你们在说什么呀？忍不住的叶琳问了一句。哦，各位，我似乎得到了一些不得了的消息。并没有回答叶琳的问题，杰西卡说道。什么消息？看着杰西卡有些严肃的表情，秦天问道。先进去再说吧。还没有等到杰西卡回答，他又补了一句，毕竟就这么站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孩子呢，叫做汉尼尼克，来自一个名为拉达的部落。杰西卡先给少女做了介绍。拉达部落，也门的那个？似乎是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叶琳的声调提高了不少。深吸一口气，叶琳缓缓道：哦，这是我在一本世界未解之谜上看到的事件。事件呢，发生在1939年的8月，也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地点是在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红海人口的英国保护地，也就是现在的也门。
不过那时候也门还不是一个国家，境内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在这其中就有一个名为拉达的部落。说到这里的时候，叶琳看了一眼哈尼尼克。拉达部落一共有50多个人，位于沙漠当中。不过因为靠近绿洲的缘故，部落里面并不用为水发愁，更是长有不少的枣树呢。因为这点，驻扎在附近的英军时常会到拉达部落里面采摘枣子解馋，算得上是部落里的常客。然而就在1939年8月的某天，英国士兵照常前往拉达部落的时候，却发现整个部落里的人全部都凭空消失了，不见一个人影。起初呢，英国士兵认为部落里的人应该都迁移了，可是搜寻后发现，部落里的粮食、衣物依然留在各自的家中，很显然，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对此感到怪异的士兵将这件事情上报之后，其直系长官曾和负责巡逻该区域的空军了解过，但得到的回应却是未曾见过任何部落迁移的迹象。说到这里，叶琳就说完了。晴天和杰西卡的心中也已经有了计较。不出意外的话，叶琳所说的拉达部落正是哈尼尼克的部落。至于怎么从阿拉伯半岛跑到了这里，很有可能是和他们一样的原因。犹豫再三，杰西卡看向哈尼尼克，开了口。片刻后，在晴天和叶琳期待的目光下，杰西卡点了点头。哦，我问过了，尼克的部落是3年前忽然出现在这岛屿上的，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那岂不是说，除了我们之外，这荒岛上还有50多人？晴天有些激动。如果能借助拉达部落的力量来建造船只的话，或许1年内就能离开这座荒岛。可能不止100人。杰西卡一脸严肃。这是什么意思？晴天又问。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杰西卡道：根据尼克所说，在1年前，有一伙人乘船造访了这座岛屿，在发现他们部落之后，没有任何的理由就发起了进攻。虽然他们部落奋起反抗，但是面对人数是他们2倍多的敌人，他们的部落很快就败下阵来。大部分族人成为了俘虏，而小部分人则是侥幸逃脱，现在躲藏在荒岛上的一个角落里。听到这话的时候，晴天的脑海里自动浮出沼泽地里那追逐少女的5名大汉。看样子，这应该就是尼克所说的敌人。糟了！晴天脸色一变。怎么了？叶琳跟着紧张起来。长话短说，晴天将当初遇到少女的经过简单的给叶琳和杰西卡说了一遍。你是担心那伙人会有可能找到这里吗？杰西卡说出了晴天的忧虑。如果那5名大汉没有遭遇到太唐蟒的话，在回去之后极有可能会召集人手往这边杀来。晴天眉头紧皱。那伙人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不说，装备更是精良，人数更是他们不能比的。那伙人若是找到这里的话，他们即便有炸弹也无法抗衡。或许我们可以联合尼克他们部落，共同对付那一伙人呢？这个时候，叶琳给出了主意。我也是这么想的。晴天当即朝着杰西卡打了个眼神，也不知道这伙人会不会找到这里，什么时候找到这里。山洞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安静紧张起来，唯有杰西卡和哈尼尼克在交谈着。交谈中，杰西卡脸上的神色几度变化，最后松了一口气，显然是得到了什么好消息。也不等晴天发问，杰西卡就开了口，将哈尼尼克的原话
翻译给了秦天和叶林。按哈尼尼克所说，当初他们部落刚来到这荒岛的时候，极其缺乏食物。为了解决食物问题，部落族长曾经组织族人外出打猎，结果遇到浓厚的白雾。这白雾是死神的领地，他们部落中有族人不小心而进入白雾当中，结果惹怒了死神，被悄无声息地带走了生命。在这之后，他们族人曾好奇这白雾的范围有多大，顺着白雾的边缘走了1周的时间，结果发现这白雾横跨整个岛屿。值得一说的是，这白雾并不是常年不散，每当季节变化的时候，就会短暂地消失2天。按时间来说，现在沼泽地里的白雾应该已重新出现。那会儿人想要穿过白雾来到这里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等待冬季的到来。听完之后，秦天和叶林都是松了口气。有着白雾在的话，在未来3个月他们是安全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想出对策。哦，对了，尼克希望你这巫师能够帮助他们部落击退那些敌人。杰西卡对秦天补充道。巫使？秦天不解，他根本就不明白杰西卡在说什么。杰西卡不答反问。听尼克说，秦天，你曾使用威力强大的巫器击退大蛇，还能使用巫术燃起火焰。听到这话，秦天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后，先是指了指哈尼尼克，又指了指自己。哼，正如你想的那样。杰西卡肯定了秦天的猜想。拉达部落呢，崇敬巫神，巫使则是被巫神选定的代言人，在其部落里啊，其地位崇高，能够随便选取部落里的女子服侍自己。怎么样，开心吧？杰西卡忍不住笑道。那麻烦你给尼克解释一下吧。秦天苦笑，他算是知道哈尼尼克为什么会对他这么恭敬了。解释什么？做巫使不是很好吗？杰西卡眨了眨眼。出于考古的需要，我曾经拜访过不少部落。就我所见到的大多数部落来说吧，大部分都是极其排外的。话说到一半，杰西卡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但秦天能够明白，杰西卡是想让他把这个乌龙给圆下去。这样一来，成为族里人的他们，无疑能够更好地借助拉达部落的力量。虽然这是欺骗，但对拉达部落而言，我手里掌握的知识确实是一种巫术。秦天思考着，这巫术再加上部落里的人，要击退那一伙人应该没什么问题。权衡利弊，秦天对杰西卡打了个手势，两人都是露出邪恶的表情，看得一旁的叶林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秦天本就想着和拉达部落联手抵御敌人，现在尼克又请求他帮助拉达部落，可以说双方的目的是一样的。秦天当即同意了哈尼尼克的请求，计划就这么定下。杰西卡当即对哈尼尼克传达了秦天的意愿。听完之后，哈尼尼克是一脸激动，对着秦天行跪拜大礼，那是拦也拦不住。哎，那么你们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阿拉伯语言啊？想到什么，杰西卡忽然说道：我个人觉得越早开始越好。当初我学习这门语言可是足足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阿拉伯语言？叶林意识到了什么。拉达部落的语言是阿拉伯语言？毕竟是阿拉伯半岛的原始部落嘛。
说这话的时候，杰西卡庆幸不已。若非她学了阿拉伯语，他们怕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和哈尼尼克交流。有杰西卡你当翻译就好了吧？晴天动感头大，英语他学了7、8年，只是会些简单的语言。这阿拉伯语，鬼知道要学到猴年马月。叮！晴天正说着，系统突然打开，商城跳出，在书籍一栏里，世界语言大全赫然居于最醒目的位置。谈话结束后，晴天4人就出了山洞，各做各的事情去了。叶林去了厨房，处理今晚的饭菜。自从人数多了起来以后，准备餐食的工作量也是多了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晴天则是去了河边，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可以的话，他是想在营地里洗的，毕竟秋天天气清爽，溪水还是蛮冷的，能洗个热水澡无疑是最好的。可惜洗澡房却被占用了。作为营地里唯一会说阿拉伯语的人，杰西卡自然而然地就接过了接待哈尼尼克的任务。在晴天的建议下，杰西卡带着哈尼尼克去洗了个热水澡。这倒不是他嫌弃人家什么的，而是对于哈尼尼克伤势的考虑。哈尼尼克身上的伤可不止那2处伤口，还有遍布全身，那大大小小的擦伤。介于哈尼尼克当时的状态，晴天并没有处理这些伤口，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伤口不打紧，恰恰相反，这种极容易让人忽视的伤口，反而是最容易受到感染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洗个热水澡，清洗伤口的同时，也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当晴天和哈尼尼克2人洗完澡之后，正好到了饭点儿，4人聚集在厨房里面吃着晚饭。今日的晚饭是小鸡炖蘑菇，还有树莓烤鱼，饮料则是葡萄酒和雪碧，还有葡萄作为饭后水果，可谓是丰盛至极。就连晴天见到的时候也被惊到了。要知道，在他离开之前，他们3人平日里的晚饭就1、2样的菜。这倒不是说懒得做，而是没那么多的食材。就比如说那竹鸡吧，虽然知道竹林里有，但是竹鸡群行踪不定，即便想抓来煲汤，那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晴天询问过后才知道，这竹鸡竟然是今日小白外出游玩时抓回来的。结果晴天正好今天回来，这倒是巧了。菜一上齐，4人当即动起了筷子。哇，叶林，你做菜的手艺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喝了口汤，杰西卡不禁感慨。对此，晴天十分赞同的点了点头。是你们呢，太久没喝汤了，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觉吧？叶林暗自欣喜，表面却并没有表现出来。你们部落难道不习惯吃这种类型的食物吗？正说着，叶林却是发现一旁的哈尼尼克看着饭菜在发呆，不禁好奇地开了口。经叶林这么一说，晴天2人才是注意到哈尼尼克一直没动筷子。杰西卡当即转达了叶林的意思，哈尼尼克这才回过神来，摇了摇头。也不知怎么了，双眼竟然变得通红起来，低语着。一旁的杰西卡十分称职地做起了翻译。巫使大人准备的饭菜很香，而且是如此的丰盛，尼克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说完，哈尼尼克深吸一口气，眼眶里的红润才是消退些，然后笨拙地拿起了筷子。
朝最近的树莓烤鱼夹去。一块鱼肉入嘴，哈尼尼克的双眼一亮，赞叹了一声。不用翻译也能知道这是好吃的意思。可谁想，没吃几口，哈尼尼克的双眼就又湿润了起来了。自从他和剩下的族人开始逃亡后，他们的食物就越发匮乏，到了每日仅有一餐的地步。他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饭菜了，而且还如此的美味。为了不让自己失态的样子影响到晴天他们，哈尼尼克的脑袋压得很低，倒是没让晴天他们有所察觉。晚饭过后，晴天就在草地里搭起了帐篷。山洞里位置有限，能睡3个人已经是极限，而且已经没了床位，他只能睡在外面。不过现在围栏已经搭建好，即便是野兽突袭之类的事情发生，也不用担心什么，睡在哪里都差不多。另一边，哈尼尼克也是早早就睡下，他是伤员，需要休息。只是虽然有床，他依惯习惯性地拿着石刀缩在一角。不过晴天早就已经打过招呼，所以叶琳和杰西卡也明白了怎么回事儿，倒是没有受到影响。期间，两人曾尝试着让哈尼尼克放下戒备，安心地躺在床上休息。哈尼尼克也确实这么做了，可是在迷蒙当中，哈尼尼克本能地又拿起了石刀，缩在了一角。见状，叶琳和杰西卡对哈尼尼克是倍感心疼。女人向来是统一战线，作为年纪较小的哈尼尼克早已被2个人当成妹妹看待。第2日中午，草地上杰西卡架起了一个竹板，上面贴着纸条，以木炭为笔，就这么教导着叶琳阿拉伯语。哈尼尼克则是作为陪同，坐在叶琳一边。不过从他那乱飞的视线就能知道，他有些不自在。在部落的时候，他每天开眼后就会外出捕猎，免得挨饿。然而在这里，食物根本不是问题。没了任务之后，他顿时茫然了起来，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晴天有些哭笑不得，虽然他明白这是为了更好的和阿拉伯部落沟通而开设的课程，但是从荒岛的大环境来说，这实在是有些格格不入，说不出的怪异。世界语言大全，晴天没买，至于原因，自然是积分不够的缘故。吃过东西之后，晴天并没有加入到课程当中，而是思索着该如何跨过白雾前往拉达部落。一开始晴天是想制作防毒面具，就这么穿过去，可一想到那神出鬼没的泰坦蟒，他就有些不寒而栗。所以呀，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晴天决定坐艘小船从荒岛外绕过去。相比徒走穿过沼泽，这无疑要安全许多。打定主意后，晴天立即动手砍树。在此期间，闲得没事做的哈尼尼克前来帮忙。一开始顾虑到哈尼尼克的伤势，晴天本想拒绝他的好意，可在看到哈尼尼克即便是一只手也能将石斧抡得呼呼作响后，他就直接傻眼了，心想，难道这拉达部落的人都这么生猛吗？一个15、16岁的女孩子都这么强悍，那些大人又该是何等的恐怖啊！这么强悍的部落都被打败了，那他们要面对的敌人到底是该多恐怖？想到这里，晴天就不免打了个寒战。他不禁觉得，若是自己不做好万全的准备，好好的武装自己的话，这一趟恐怕是会一去不复返吧。有哈尼尼克的帮助，砍树的速度无疑是快了许多。不到3天的时间，2个人就砍够了足够多的木头。
在这之后，晴天和哈尼尼克准备开始搭建船只，但在那之前，晴天得开炉炼铁，用以制作铁钉。炼铁的过程很简单，实际上和制作铁制箭头的没什么分别。直接把黄铁矿和木炭放在土窑里烧就完事。待温度达到铁的熔点后，黄铁矿里的铁自然会化成铁汁融在一起，凝成铁块。这件事情也是晴天和哈尼尼克负责的，这是力气活，他们两人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早上7点，太阳刚升起不久，阳光是一点也不暖和，再加上那清凉的秋风，森林里冷飕飕的。但除了晴天他们的营地，此时营地的炼铁房内热浪翻滚，晴天和哈尼尼克快速地拉动风箱，高炉内的火焰汹涌地燃烧着，在这高温之下，黄铁矿逐渐融化，大量的黄色烟雾从高炉内散出。如此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晴天和哈尼尼克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这还是两人中间换班休息的结果，若是一直不停地拉着风箱，两人怕是早就撑不住了。这么长时间过去，高炉里的黄铁矿早就融成了铁汁。简单的休息后，晴天用石锤在高炉下方砸开了一个口子，在哈尼尼克的注视下，晴天将里面的石渣灰烬给刨了出来。只见其中凝着一大块焦黑色的东西，高举石锤，晴天朝着那黑色的东西砸了过去，和外表看起来的坚硬不符。一锤落下，这黑色的东西便是粉碎开来，唯有中心那拳头大小的黑块不动分毫。见状，晴天立即朝着那黑色的石块抓去，一入手，他的脸上就出现了激动的神色。这不是铁，又是什么？将激动的心情压下，晴天继续扒拉着。不多时，一共5块黑铁摆在他的面前。虽说黄铁矿中铁的含量只占40%左右，但这出铁量未免也太假了点。晴天暗自嘀咕了一声，怪不得工业上都不会用黄铁矿来炼铁。要知道，他用来炼铁的那几块黄铁矿中，最大的一块都比这5块铁的总重还要大。万幸的是，这个量的铁做出来的铁钉子足以做出一艘船来。正想着，晴天察觉到有视线落在自己的身上，转头看去，便是见到哈尼尼克正看着自己。不用猜，晴天也知道哈尼尼克是在好奇自己为何会如此高兴，但是语言不通，即便是他想解释也没办法。得到铁块后，剩下的就是将铁融化成铁水，然后烧铸成型。但两人已经累了一个上午，想要继续是不可能的。对哈尼尼克指了指门外，晴天率先走了出去。来到厨房，晴天拿出食材，和哈尼尼克吃过之后，两人就这么躺在凉亭中的竹椅上休息着。凉亭和竹椅是叶林两人在晴天外出的这段时间里做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厨房油烟过重，山洞是睡觉的地方，其他的地方不是杂就是湿，然后就有了这么一个专门用来休息的地方。晴天和哈尼尼克相处的这段时间里，两人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即便是手势交流也是少之又少。基本上晴天走到哪里，哈尼尼克就会跟到哪里，生怕晴天突然跑了一样。一开始呢，晴天还有些不自在，但时间一久，他也就适应了点儿，
但还是有些不习惯。躺在竹椅上，秦天看向一旁假寐着的哈尼尼克。当初他见哈尼尼克的时候，哈尼尼克是灰头土脸，而且因为受伤的缘故面色惨白。但经过这些天的休养后，哈尼尼克完全是变了样子，一张小脸精雕细琢，虽然身材不高，但比例却是相当的好，给人一种萝莉般的可爱感。不，应该说就是萝莉。休息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待体力恢复后，两人就转入了炼铁房中，继续忙活起来。其过程自然是十分顺利。临近下午的时候，秦天将铁水全都倒入了叶林制作的模具里，然后经过哈尼尼克在上面浇水冷却，那铁水就变成了一枚枚的钉子。日落黄昏，经过半年多的发展，营地里的食物已经不再是问题，所以叶林两人现在的任务主要是探索新资源，而非收集资源。为此，诸如这种空手回来的情况经常发生。当然，若是叶林两人愿意的话，完全能带些葡萄、菠萝之类的回来。不过营地里已存有不少，带回来不能尽早吃掉的话，只会白白浪费，不如让他们先挂着，等哪天快吃完了的时候再去采摘。不过水果可是有季节性的，等过了季节，即便是挂在树上也会腐烂掉。对此，叶林颇为忧愁。荒岛上的食物可选的种类本就少，若是一入冬，这些水果都没了，能选择的就更少。最重要的，水果能给人提供必需的维生素，长时间内缺乏，定然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这无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晚饭的时候，叶林将这问题给抛出来，并说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挖个地窖，然后将冰块放进去，将水果冷藏起来。受限于荒岛上的条件，这么做的冷藏效果肯定无法和现代的冷藏室相比，但这终归比把水果放在外界所保存的时间要长得多。不过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因为秦天有了更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制作水果罐头。比起地窖来说，水果罐头需要耗费的人力和时间要少很多，而且保存食物的能力也更强，占地面积也更小。当秦天提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叶林和杰西卡都是眼睛一亮，当即全票通过。食物的问题向来是生存的头等大事，造船的事情自然而然的就被延到了后头。第二日上午9点，秦天几人来到了溪流边上。制作水果罐头需要用到玻璃，而玻璃由硅砂制成，所以今天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收集硅砂。这倒不是一件难事儿，这溪流中硅砂含量很高，而且个大透明，是上等的硅砂。一簸箕下去，经过1-2分钟的挑选，就能够得到小半斤的硅砂。你们过来看看，我好像捡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刚入水没多久，叶林的声音就高呼道。听到声音的秦天三人当即转过头去，便是见到叶林兴冲冲地走了过来，手里还高举着什么。围在一起，叶林将那拇指头大小亮黄色的石子放在了手心，有些不确定地说道：我好像捡到金子来。不是好像，这就是真的金子。秦天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早在看到金子的那一刻，他脑海中就有相关的信息跳了出来。有些不敢相信。杰西卡拿过来一看，然后掂了掂重量，甚至还上嘴咬了一口，
这才点头道：“哇，果然是金子，而且含金量很高嘛，远不是那些金沙可比的。”这么小一条溪流当中，竟然能找到金子，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点。这个时候，秦天不禁笑道，正要继续说着些什么的时候，却感到有人在拉扯着自己的衣服。低头一看，整个人直接傻住了。拉扯秦天衣服的是哈尼尼克，此时他的手里正拿着一块油桃大小的金子，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在秦天之后，叶琳和杰西卡都是转过头来，结果和秦天一样，纷纷傻眼。足足片刻之后，这三人才反应过来。杰西卡问道：“你这也是从河里找到的？”哈尼尼克点了点头，然后指向岸边，在那里垒成小堆的金子，如同有着魔力一般，让秦天三人再也移不开眼睛。金子，世界的硬通货，即便是货币贬值，它的价值都不会改变。说得夸张一点吧，正是因为有了金子，货币才会被称为货币，而不是一张乱涂乱画的废纸。虽然在这荒岛上，钱财什么的没有任何一点用处，但这么多金子所带来的视觉冲击，还是惊到了三个人。秦天三人的激动，哈尼尼克是一点儿也无法理解。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一堆石头而已，他只是觉得有些漂亮，才将其单独堆放在一起了。见到那小堆金子，秦天三人已无法淡定，当即朝着岸边走去。这河流里竟然有这么多的金子，难道这附近有一条矿脉吗？叶琳不禁猜测，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这河流里会有这么多的金子。各位，我好像找到了颗钻石。就在这时，杰西卡惊呼了起来。听到这话，秦天和叶琳当即转过头去，便是看到杰西卡从黄金中拿出一颗晶莹剔透的钻石。这是假的吧？秦天忍不住在心中来了一句，纵然他脑海中浮现的信息已经确定了，那就是一颗钻石。在一条浅溪里找到几斤的黄金也就罢了，现在还找到了钻石，怕是做梦也做不了这种美梦吧。现在秦天严重怀疑，他们是不是把下半辈子的运气给提前透支了。哇，好大一颗！比见到黄金的反应更大，叶琳惊叹起来。杰西卡手中的钻石足足有指甲盖大小，少说也有10克拉吧，其价值怕是已超过了这堆黄金。或许我们所在的荒岛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金银岛。杰西卡不禁想起了罗伯特的奇幻著作。金子和钻石的出现带给了秦天三人难以言喻的激动，但这种情绪只维持了不到1分钟就消融于无。他们继续捞起了龟沙。在这过程中，秦天他们时不时的就会从沙子里面找到黄金、钻石乃至璞玉之类，这些放在现代社会有着价值极高的东西。不过秦天他们都不负之前的激动，毕竟若是无法离开这岛屿的话，任你黄金再多，钻石再大，璞玉再透，那也不过是普通的石头罢了。忙活了一上午，秦天几人得到了满满1筐的龟沙，还有近乎6斤的黄金，半斤的钻石，还有5斤的璞玉，一点不落的他们全都带回了营地。
在短暂的休息之后，秦天将得到的龟沙用鹅卵石粉碎，尽可能的打磨成粉，然后加入碳酸钙，也就是贝壳粉，和从火山处得到的方铅矿。将这些材料加入龟沙后，秦天将其搅拌均匀，装在了陶罐里，送入土窑中烧制。玻璃及二氧化硅是非晶体，没有固定的熔点，只有熔成，大概800度左右就会软化。若是继续升高温度，就会变成可流动的玻璃液。就温度上来说，这比炼铁烧陶时的温度要低太多了。秦天和哈尼尼克通力合作，很轻松的就将龟沙给熔成了玻璃液。在这期间，叶琳和杰西卡则是用泥土捏制吹管，用以玻璃的吹塑成型。当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左右，秦天几人开始着手制作玻璃罐。土窑中玻璃液翻滚着，颜色犹如那岩浆一般。在其一旁，哈尼尼克继续拉着风箱，保持着土窑内的温度。在制作的时候，先用吹棒蘸取一定的玻璃液，然后如同吹泡泡糖一样将玻璃液吹开，最后辅以工具将给玻璃塑形。在土窑前，秦天给叶琳和杰西卡做着讲解。说完之后，秦天就将手中的吹棒探入翻滚的玻璃液中，蘸取少许，然后鼓起腮帮子，使劲吹了起来。虽说这个过程就像吹泡泡，但这要费力很多，毕竟那是玻璃液而不是泡泡液。在秦天的努力下，粘稠的液体吹成了玻璃泡，给人的感觉就和吹糖人差不多。这过程中，3女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尤其是哈尼尼克，不知道玻璃的他完全是被秦天这一手给惊到了。他从未想过石头竟然能变得这么柔软，不由暗想，这就是巫术吧。眼看玻璃液吹开后，秦天当即停止了吹气，继而旋转起吹棒来。在吹开玻璃液后，要趁着玻璃液冷却之前旋转吹棒，利用离心力让玻璃液均匀分布。必须要注意的是，在旋转的时候必须要保持均匀的转速，否则的话玻璃液就会……丁，宿主制作垃圾废料，获得1500积分。秦天剩下的话被突然响起的系统语音卡在了喉咙。叶琳和杰西卡也是一脸呆滞。在秦天的旋转下，原本圆润的玻璃泡变得歪七扭八，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玻璃液逐渐冷却下来后，玻璃液流动性逐渐降低，想要重新调整已是不可能了，只能回炉重造。慢慢来吧，这种事情也急不得。秦天轻咳一声，他是第一次弄这玩意儿，这比他预想中的还要困难。叶琳，你来试试。秦天后退了一步。试试。叶琳表现得有些兴奋，好似是想玩橡皮泥的小孩子。和秦天同样的步骤，叶琳顺利地到了离心这一步。秦天和杰西卡都是死死地盯着玻璃泡，两人都是见识过叶琳的手工，所以不免地抱着一定的期待。叶琳也是知道到了关键时刻，神情认真，将吹棒架在了左手虎口上，以此为支点，右手转动着吹棒。仅从表面上看，就能够看出叶琳旋转吹棒时要比秦天平稳许多，结果也没让人失望，那玻璃泡变得十分的匀称。夹子，眼见差不多了，叶琳低喝一声。早就在一旁准备着，杰西卡当即将手中的钳子递了过去。
夹子是用竹条绑上石块做成的，虽然外观上不怎么样，但好歹能用。入手之后，叶琳当即用石夹刺破了玻璃泡，但玻璃泡并没有如气泡一样炸开，只是被开了个口子。在这之后，叶琳用夹子将玻璃泡壁捋直，但很快她就发现玻璃泡正变得僵硬起来。当机立断，叶琳当即将玻璃泡伸到了土窑口上方。不用提醒，哈尼尼克立即加快了拉风箱的速度。一时间火焰汹涌，那玻璃再次变得柔软起来。不过担心玻璃泡会融成液体，半分钟后，叶琳就将玻璃泡抽了出来，紧接着半跪在地，一大腿作为旋轴，一手来回搓着吹棒，一手使用架子给玻璃泡塑形。在叶琳的调整下，玻璃泡逐渐变成了一个杯子的模样。那原本通红的玻璃液也是逐渐冷却，变得透明起来。几分钟后，叶琳长呼了口气，这才站了起来，看着有些不规则的杯子，紧皱眉头。哎，好可惜啊，若是转得再均匀点儿，这杯子就更完美了。许久，并没有人接过话来。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叶琳转头一看，发现晴天和杰西卡都愣愣地看着他。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啊？叶琳下意识地往自己的脸上擦了擦。给个辛苦的奖励。杰西卡率先反应过来，上去直接亲在叶琳的额头上，然后继续说道：哇，叶琳，你真是太帅了。帅？叶琳有些茫然。你做玻璃时的样子很帅。晴天点了点头，附和着。在制作玻璃的时候，叶琳那一脸的认真，真的是有种说不出的英气，那是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感觉。听到这话，叶琳不禁脸色一红，心中雀跃不已。害羞般的掩饰这一情绪，叶琳举着吹棒说道：哎，这玻璃杯要怎么弄下来呀？哦，这个，在玻璃微冷却的时候撒上冷水，然后敲断就行了。晴天一拍脑门，方才被叶琳给吸引住了，以至于他忘了提醒叶琳。说完，晴天走向墙角，在那里，从河里捞来的黄金、钻石之类的，真如同石头一样堆在墙角。挑出一颗边缘锋利的钻石，晴天十分奢侈地将其当做了刻刀，在吹棒和玻璃口的连接处环绕着割了一圈。至于现在嘛，只要将玻璃切开就好。话落，晴天用石棒敲在连接处，玻璃杯的底部便是顺着裂痕断裂开来。我觉得在制作玻璃的时候，需要一个桌子作为转轴，这样的话会方便些。叶琳想起在制作玻璃杯时遇到的困难。这个等会儿给你安排。晴天一笑，拿着玻璃杯来到了哈尼尼克的面前。给。早在刚才他就发现，哈尼尼克看着那玻璃杯是欲言又止的模样。只是犹豫了1秒，哈尼尼克就将玻璃杯接过，目光闪烁地看了起来。这种像冰块一样的石头，这是他从未见过的美丽物品。